顺河坊，河虚宗山脚下的小镇。再过3天，就是河虚宗1年1度开宗门招徒的日子，所有人挤破了头，都想来碰碰运气。万一就踏上仙途了呢？想我1个月前还是个21世纪的社畜，一觉醒来穿越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好在我激活了随身携带的词条复制系统，只要不间断肢体接触目标1分钟，就能查看并复制对方一个天赋词条。1个月1次机会，为了复制个有用的词条，我变卖家产，天天请客拉关系，硬凑这1分钟的接触时间。结果，真他妈坑啊！2两银子，个绿色品质网上的词源都没有，这概率是平西西赞助的吧？3天后就是河虚宗1年1度开山门招徒的日子了，得抓紧时间复制一个像是炼丹、炼器、制服这种能赚灵石的词条才行。把东西交出来，别逼哥几个见血！这鬼地方，难不成真的刷新精英怪了？是本地的武道混混。我现在可是个没修为的凡人，打不过。修仙第一准则，少管闲事，多活命。溜了。明明是你们自己挡路，还敢赖我撞人，让我道歉，你们也配？知道本姑娘是谁吗？我管你是谁，撞了人，要么交钱，要么陪哥几个乐呵，这事儿也算完。无耻！我大伯可是河虚宗丹峰长老风阳，等我回去，定要让他扒了你们的皮，扔去喂妖兽。大姐，你脑子进水了吧？上来就自报家门，还要杀人全家，你这不是逼着他们灭口吗？你大伯是河虚宗丹峰长老，正是。你们3个凡人现在跪下来磕3个响头，本姑娘还能饶你们一死？救还是不救？这女孩的大伯是长老，那她身上的天赋条条绝对差不了，很有可能会是蓝色。拼了，富贵险中求。那你就去死吧！到，尔等鼠辈，看我法器震天雷！法器？顺河网的巡查队这么快？老子跟你拼了！好恐怖的法器，不想死就跑！老大，我们被骗了，这就是个唬人的玩意儿！敢耍老子，追！系统，给我查看这丫头的属性。蓝色，还是炼丹天赋。发财了，老子这波终于开出 S2 了。系统，复制丹火一控天赋。你个登徒子，放开本小姐！逃命呢，你能不能别闹了？逃命！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里是河虚宗的地盘，谁敢在这里杀人？这还真是个极品蠢货，没看见刚才人家刀都拔出来了吗？小兔崽子，今天非扒了你们的皮！靠，还要半分钟，算了，放弃这蠢娘们给他们。河虚宗巡逻弟子，完了，这丫头不会要告我非礼吧？快把他们都抓起来，全杀了！你个毒妇！何人敢在我河虚宗地盘闹事？给我拿下！哎，没抓我。喂，没看见本小姐被抓了吗？搞了半天，压根不认识，赶紧溜！哎，你干什么？闭嘴！成了 ，S2 到手。喂，你知道我是谁吗？谁会认识你这种泥腿子？不知道就行。哎呦，我的屁股！别让我知道你是谁，不然我一定要扒了你的皮！拜拜了您嘞！只有硝烟味，毫无灵气波动。陈师兄，周围完全没有斗法痕迹，连一丝灵压残留都没有。怪得很，那声响明明惊天动地，怎么会完全没有异常？这到底是什么法器？魏长老，可有发现异常？回长老，路上遇到3个凡人追逐一男一女，弟子已释放威压震慑，此处未见修士斗法痕迹。本座问你，我河虚宗立宗之宗旨何在？承天命，护苍茫，镇妖邪，佑生民，为正道之砥柱。见百姓有难，为何不救？凡人也好，修士也罢，皆是我河虚宗必有之生民，弟子知错。溯源险迹。怪哉，闹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声响，竟连半点灵力变动都没有。这股焦糊味怎么和丹峰那几个老家伙炸炉时的味道一模一样？难道有人当街炼丹炸炉了？我在瞎想什么？此处应无大碍，尔等继续巡逻。是。等我找到我大伯风阳，定要扒了你的皮！何人在直呼丹峰长老名讳，还不速速现身？你是何人？为何在此口出狂言？你是河虚宗的长老，我要找我大姐！
收声！你大伯是何人？我叫风灵儿，我大伯是丹峰长老风阳。你不是应该由接引使护送吗？怎会独自在此？半路遇到妖族伏击，接引时根本打不过，我差点死在路上。好不容易逃进顺和坊，又遇到3个臭流氓调戏我。最可恨的是有个登徒子，放了个震天响的东西吓唬我，还攥着我的手硬拉着我跑。长老伯伯，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我要扒了他的皮！要破案了，这男的明明是救了他，他不仅不知感恩，还要恩将仇报。这丫头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啊！闭嘴，我带你回山门。风阳那老家伙怎么会有个这副德行的至亲？草标没动，门没被推过，发丝未断，没人翻墙从里面开过门，树叶还在，窗户安全，暂时安全了。对了，系统好像后面还提示了啥？首次复制奖励，紫色，承担100%。原本只是蓝色的，首次奖励居然直接升阶成了紫色，哪怕练出的是垃圾，只要100%能成，老子就是修仙界的印钞机啊，爽！这就是真正的仙境吗？何须宗开山门了，我的修仙之路就从今天开始。好家伙，这春玉一样的架势，全大陆的武灵根废柴估计都跑来这里面试了吧？你也是刚满年龄头一回测灵根吗？不是，我去年去过玄剑门，人家连外门都不收，所以才来何须宗试试。是啊，咱们这些4、5灵根的废柴，也就何须宗肯收留，哪怕扫一辈子地，总比回老家种田强啊。废柴吗？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我这个绝世废柴混进去就更稳了。2位兄台，我爹说我从小摸玉石就发热，肯定有灵根。若有幸同入山门，大家互相照应啊！好说好说，以后互相照应。这位兄台，以后也互相……兄台，你这脸色是身体有恙？无碍，我身体极好的。拿着，这是我家厨子做的桂花糕顶鳄，招徒在引灵殿，还得爬好长一条登山梯呢。你这身子骨，别半路晕过去了。这副半死不活的酸样，这小胖子心肠倒是出奇的好。唉，我怕我爹说我天赋异禀，只是安慰我，万一我没灵根可咋办啊？放心，你肯定能顺利进宗门。嘿嘿，那就承兄台吉言了。我这么笃定是因为刚被封锁的时候看到了他的罕见双灵根，全是极品炼级天赋。这胖子要是早点遇到，我肯定复制他的资历。我叫陈金宝，今年18。兄台你呢？我姓白名陈，今年19了。19？你咋晚了1年？家里穷，我一个人守着破屋子熬了2年，才攒够路费。对不住白兄，我嘴贱，我真不知道你这么惨。小胖子真好骗，不过原主确实挺惨。即刻起，列10队登山测灵根，寻衅滋事者取消资格。好浓郁的灵气，这就是仙门。藏头露尾，鬼鬼祟祟，也配登我何须宗山门？靠，大意了，人家这是灵石扫描，我这现代化装束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师兄恕罪，弟子身体孱弱，为求自保才作此伪装，绝无冒犯。弟子这就卸妆，立刻卸。入山后，循石阶直上引灵殿，切记莫要再弄这些惊扰视听的手段。师兄教训的是，弟子铭记于心。哎呦妈呀，吓死我了！白兄，你刚才那是变戏法呢？不对，我有身体强健的天赋加持，这石阶怎么像绑了铅块一样重？重力阵法，越往上压力越大，这哪里是登山，这是在过滤废柴啊！不行了，不行了，白兄，你先走，别管我。歇会儿吧，我也走不动了。差点忘了这个。白兄，来，这是我老爹花重金买的凝神补气丹，比桂花膏管用，你也整一颗。还没进宗门就开始嗑药，这妥妥的氪金玩家。多谢陈兄，丹药贵重，我还能再撑一段路，你留着关键时刻用。嘿，客气啥？过了今天，我打死也不爬了。松快了那么一丝丝。怎么样？是不是瞬间觉得浑身是劲儿了？轻松多了。陈兄这丹药果然够劲，轻松多一丝丝。腿抖成这样，再歇会儿吧。不行，超时就算淘汰，明年打死也不爬了。越往上压力越大，双腿简直像被钉在了台阶上。太舒坦了，我又活过来了。这等瞬间恢复的手段，简直神了！这就是真正的仙门底蕴吗？切勿拥挤喧哗，随意拆队者取消资格。只是外围大殿就如此气派，这就是修仙者的手笔。爹总说没进何须宗是他一辈子的遗憾，今天我算是懂他了。是啊，若不能跨进这道门槛，此生都将无法释怀。白兄，这日头是要把咱们晒化了才开门吗？应该快了。老朽莫鹤年执掌玄顶峰，
旁边这位是凌霄剑锋锋主温若寒。今日测灵根由我2人主持。见过2位长老。依次上前，手按引灵剑，开始。别怕，你肯定没问题。进组双灵根！我操！白兄，你嘴开过光吗？双灵根，好小子，入我玄顶峰，老夫保你。炼气耗时不如剑修速成，修剑道才是上佳。剑道什么剑道？他是后土成炉。我亲自教你剑道。妈耶！莫长老，温长老，我一个还没入门的小卡拉咩，选哪边都得得罪人啊！以后还怎么混？白兄，救命啊！哎呦我操！别搞我，我只想安静苟到大结局啊！修行是一辈子的事，选你喜欢的就行。温长老，晚辈辜负您的厚爱了，弟子愿入玄顶峰修习炼气之道。哈哈哈，好小子，有眼光！你这小子，上前来测试吧。哇，好漂亮的光！五行波杂，竟是5灵根，可惜了个沉稳的性子。接下来的测试就劳烦温长老了。白兄，我在内门等你。多谢师兄，半只脚终于踏进仙门了。诸位，在下外门执事王坤，跟我来，前往外门居所。哇，仙家法宝！上来吧。偏偏有金光挡风，连气流都感觉不到，这体验感简直比坐头等舱还稳。修仙界的手段果然牛逼。这里是外门鱼谷，这些木屋就是你们的居所，1人1间。这是宗门基础引气功法，尔等自学研读。密密麻麻全是文言文，这玩意儿让我自学，会走火入魔的吧？喂！讲书堂有长老开课，讲什么看长老心情。若是想专听丹道、剑道，去执事堂交贡献值。贡献值是硬通货，换功法、法器、吃饭都靠它。去任务堂接活能得贡献值。各自去挑木屋吧。这间不错，邻居少，不引人注意。完美狗王基地，能1个人睡1间房，还要什么自行车？担惊受怕了1个月，终于能安稳的睡个觉啦！不行，还不能睡，先看看何须引气诀。诚心凝神，吐纳寻源。这文言文的内容比当年背离骚还费劲啊！感受到了，快引到丹田去。怪不得说5灵根是废物中的废物，这还修个屁的仙啊！聚气比别人慢10倍，照这速度绝对不行。修仙界肯定有辅助聚气的丹药，就算买不起，老子有100%成丹的极品天赋，未必不能自己练。执事大人，弟子白晨因5灵根体质特来请教，宗门内可有辅助聚气的丹药？聚气丹自然是有，去丹药房凭贡献值兑换。多谢提点，敢问执事，弟子该去何处赚取贡献值？西侧任务堂。让本大爷看看修仙界的新手任务都有什么好差事。这他妈全都需要修为打底，我一个刚入门的凡人连扫大粪的资格都没有吗？扫地都要修为，这零修为能干的活怕不是得抢破头？师兄，请问那辟谷丹任务材料可用凡俗银两兑换？材料在药房换，1点贡献值1份。没贡献值不能换材料，没材料就不能炼丹，没丹不能换贡献值，这是个死循环啊！可用白银兑，100两换1点，换吗？换！师兄等我，银子在修仙界就是废铁，赌了！启动炉火纯青，成丹100%天赋，让我看看100%成丹的外挂到底有多强。有米香味了，这对吗？对的吧？这味道是辟谷还是毙命啊？我操，这他妈是用脚踩出来的吗？已成丹，请出炉。老子又不吃，干他娘的！怎么样？我就说擅长的饭菜不错吧？啊，太香了！这是谁家的粪坑炸了吗？大眼睛，准是那个白晨，大半夜不睡觉，躲在屋里瞎煮什么呢？走，去执事堂告状，让执事来收拾他。石峰，怎么了？执事大人，救命啊！执事大人，这般大呼小叫，成何体统？禀告执事大人，那个白晨他在屋里煮。你说他在屋里煮？荒谬！随我去看看。世峰，这懒狗今天怎么像疯了一样？世峰，停下，回来！这也太臭了！我操，你这死狗，这是我辛苦炼制的丹药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宗门居所私煮秽物！执事大人，弟子在屋里好端端的炼丹，
你这狗突然冲进来踹我的门，吃我的丹药，怎么反倒成了我的不是了？你管这东西叫丹？辟谷丹，谁吃了这玩意儿还能吃得下饭啊？可不就辟谷了吗？我操，狗吃就算了，连执事大人居然也吃，味道没有想象中的不可接受，确实是辟谷丹，虽然形制粗陋，辟谷的药一点不差。合着执事大人，你以前真品鉴过啊？不然这对比怎么来的？我的辟谷丹啊，现在材料全毁了，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罢了，是我的灵兽毁了你的丹药，这一锅辟谷丹的贡献值我赔你。执事大人明察秋毫，这里是32颗成丹，算上被狗吃的凑个整，一共60颗，成会6点贡献值。你尚未引气入体？刚入宗门，尚未引气。炼丹需引气控火，一个凡人徒手就搓出了药效十足的辟谷丹，究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还是真有本事？我得考考他。你在此等我片刻。你再做一次，我看看。执事大人，做好了。他又吃了一口。与上一锅分毫不差。弟子刘晏见过封阳封主，免礼。何事？弟子在外门发现一丹道奇才，新弟子白晨，武灵根凡人，他仅凭材料清丹，用反火石锅和直觉，成功熬煮出了辟谷丹。弟子亲自监考，确认无误。无灵气，反火石锅，纯靠直觉。你确定？弟子以修为担保，绝无半句虚言。带路，本座要亲自查验。封主，封师妹又把晚饭全砸了，说不放他出去就要绝食。你告诉他，何须宗不是封家别院，若还不知收敛，明日就给我滚回家。是，弟子遵命。封主，前面就是白晨的住处。白晨这小子在屋里熬那个，都把封主熬来了，我没听错吧，封主？白晨，这位是丹元峰封阳封主。封阳，那不是风灵儿的大伯吗？他不会认出我来报仇的吧？弟子白晨见过封主。你再熬制一次，我看看。遵命。这是在做大锅炖吗？没有一步符合丹道规范。封主，好了。封主，可是没成，难道我的100%成丹天赋失效了？不，这确实是辟谷丹，这是辟谷丹丹方，按上面的要求再试一次。直接给丹方，这可是宗门机密啊！好香啊！他大爷的！要是他一开始熬出来的是这个味儿，我们至于去找执事告状吗？无灵气辅助却能成丹，若他不是武灵根，这等天赋必定惊世骇俗。封主，这我知你急需聚气丹，往后炼丹有不懂的，可来丹元峰寻我。若你能成功筑基，我便收你为亲传弟子。多谢封主栽培，弟子定不负封主厚望。走吧。门坏了，是换一间空房，还是明日找人修？弟子换去隔壁空房便是。随你，动静小点儿。白兄，我们真不知道你是在炼丹啊！对，我们太莽撞了。白兄要搬家是吧？我们帮你搬。算了，懒得跟他们计较了。劳烦帮我把锅洗一下，谢谢。哎，好嘞。那个白兄，你后面还要继续练辟谷丹交任务的吧？还是用这口锅吗？不然呢？我就这一口锅。白兄，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来，白兄，我帮你搬家，你住哪间？就你隔壁那间空房吧。今天多谢了，你回去歇着吧。白兄，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这是我和方和的一点心意，就当是之前误会你的赔罪礼，请务必笑纳。对，新锅炼丹好，这口旧石锅就送给我们当回礼，留个纪念吧。合着这俩货是怕我继续用这口锅炼丹啊，心眼子真多。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白兄您先忙，我们就在隔壁，有事随时喊。这书上的方子，远不如封阳封主单独给我的那份帛书丹方精进啊！紫纹龟，青纹树。单册里说聚气丹该是银白通透的，这褐色肯定是丹毒。我没有丹炉，又没有灵力剔除杂质，吃这种毒物纯属找死。哎，算了，还是得老老实实攒贡献点去买聚气丹。怎么了？那边闹什么呢？我去瞧瞧咋回事。我操！大新闻！刚刚有人引气入体了！才入门不到1天就引气了？没错，而且那小子还是个4灵根的杂灵根。完犊子，嘴太快了，白兄不会觉得我在嘲讽他吧？杂灵根，
你确定？千真万确。大家现在，哎，白兄这是干啥去了？看热闹去啊！走，我们也赶紧去听听经验。文轩兄，才入宗几个时辰你就引气成功了，天纵奇才啊！文轩兄日发达了，可得多提点我们啊！哎呀，诸位过誉了，实在是侥幸。不过大家都是同门，以后有不懂的尽管来问我。哼，4个时辰引气入体算什么能耐？有本事你去跟内门的沈婉宁师姐比一比啊！那可是沈师姐啊！沈婉宁谁啊？名头这么大。白兄，你连沈师姐都没听过？沈师姐是去年入宗的。万年难遇的先天气体，人家1天引气入体，直接原地筑基，第2天就被温长老收为亲传了。什么是先天气体？先天气体就是天道的亲闺女，天生体内自带本源之气，只要引气入体，本源之气直接凝结道基，一步登天。哎，果然还是得进宗门啊！宗门里才有沈婉宁这种人形外挂。沈师姐当天筑基，你行吗？你这话不对，沈师姐那是得天独厚，况且你一个3灵根到现在都没引气，凭什么酸人家？我酸她。他成功引气后，应该赶紧修炼稳固境界才是正事，而不是站在这里巴不得全天下都来舔他。不是要分享心得吗？说啊，到底怎么引气的，让大家学学。这个，我说到底就是撞了大运罢了，还在这惺惺作态，恶心，浪费感情。原来是踩了狗屎运。走吧，走吧，散了。张兄，别往心里去。修行事半功倍，往后你的修行进度，定能让今天嘲讽你的人大吃一惊。兄弟，谢谢你，敢问尊姓大名？白晨。张兄，快回去稳固境界吧，来日再攀高峰。别人一炉40克，我一锅60克，100%承担，就是这么不讲道理。这成色竟无半点杂质，换一颗聚气丹。给我巨响丹田。终于明白了，原来灵气是被5条灵根强行平分了。我这5灵根要耗费别人5倍的资源，修仙。果然是拼资本的游戏啊！不能白吃，哪怕不能突破，滋养经脉也行。给我去！果然，一枚聚气丹根本就填不满这个无底洞，靠硬磨是不行了。不如等下个月，把张文轩那个修行事半功倍的极品词条复制过来。这段时间就专心练辟谷丹高功献值。执事大人，您怎么在这儿？是等我吗？没什么大事，就是路过看看。你这是要练辟谷丹？不是啊，这是炼清灵丹的材料。哦，不是辟谷丹。执事大人，您需要辟谷丹？那个，我确实需要几枚辟谷丹，但不是我吃，是给世风买。哎呦，原来是给世风买零嘴啊！快请进，快请进，现在就给他单开一锅，保准是他爱吃的那个味儿。那孽畜就是仗着我宠他，这几天天天闹腾，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天天对我哼哼唧唧。最离谱的是，他如果不吃你熬的那个，就威胁我要去茅房吃。今天我多给你补点贡献值，不能让你白忙活。执事大人客气了，一锅辟谷丹而已，6点贡献值就行。直接给我做10锅吧。那我明日再来取，告辞。好嘞，您慢走，大客户啊。你是白晨师弟吧？听闻师弟会做特殊味道的辟谷丹，想请你帮我也做几份果味的辟谷丹，不知可否？没问题。贡献值方面，师弟尽管开口，即便失败也无妨。若成功，我只要40克，多余的贡献值就当是师弟调试的辛苦。林师兄慢走，保证给您搓出全宗门最好吃的丹药。白师弟，明天的荔枝味给我留1瓶，补出双倍贡献值。卖药也摸了几个师兄师姐，记下了一些不错的词条，攒够了，只要 CD 一好，5灵根的破局之法就在今天。张兄天赋异禀，4灵根修得比3灵根还快，佩服佩服。哪里哪里，白兄过奖了，你这小子眼力劲儿倒是不错。终于 CD 转好了，词条到手。稳稳踏入炼气1层，而且直接逼近炼气2层，这速度比普通3灵根一点都不慢啊！陈哥睡醒没？今日可引气入体了。周时你还真执着，这都成每日固定节目了。是呀。我操，你引气入体了！侥幸侥幸，耗费1月，总算跟上诸位兄弟的脚步了。天大的喜事啊！今日兄弟请你吃好的，别的不求，4个肉包就行。没问题，谢谢周兄，我也来4个。滚滚滚！我就请陈哥，你配吗？来4个灵兽肉包，别买了，太贵了，你都没几点贡献值。说好了请你，肯定要买，吃。你请我吃肉包，我请你吃辟谷丹，不能拒绝，不然这包包你自己吃。修仙界虽然残酷，但这些损友还真挺有意思的。文轩兄，一起啊！来来来，有福同享。好，陈哥大气。多谢白兄，今天你们都打算做什么？还能干嘛？去执事堂接杂役混贡献值呗。陈哥你呢？还窝在屋里炼丹？现在引气入技能控火了，我准备去气阁淘个正经丹炉。丹炉那玩意儿可不便宜，我上次去打杂看了，最差的也要300多贡献值。不过陈哥你手里有500多点，换个最差的丹炉应该没问题。500点也就是钢脱皮，啥也干不了。谁是白晨？到底谁是白晨？在不在这儿？
我操，风铃儿，这脑残怎么找上门来了？难道是认出我了？白晨不就在这儿呢吗？白晨，有人找你。这帮碎嘴子，以后再也不卖你们丹药了，坑死我了！弟子白晨，不知两位师姐寻我有何吩咐？你就是白晨。灵儿，莫要张扬，封主若得知，又要罚你了。闭单吧，青婉师姐，这点小事没必要同我大伯说吧？原来是个怕家长的，好办了。听说你会做些果味辟谷丹，给本小姐做青蜜桃味的，200颗，越快越好。果然没认出我。既然如此，送上门的肥羊不宰白不宰。师姐恕罪，青蜜桃味的辟谷丹需要用宗门灵谱的青蜜桃做引，这果子极贵，弟子手里实在没这么多贡献值垫付啊。看你这穷酸样，不就是点买水果的钱吗？也值得为难。这里是200块下品灵石，换30颗果子，绰绰有余。多的就当赏你的了。1颗下品灵石等于4点贡献值，200块灵石等于800点贡献值。800点，我们每天浇粪除草，累死累活干大半年都不一定能攒够啊！他就为了买点灵石，直接砸出来了。陈哥，你发什么呆？人傻钱多啊，赶紧接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30个青蜜桃才120贡献值，剩下的680点全进我腰包，血赚！弟子遵命，不过炼丹需要时间，最少也得明日下午才能交货。明日申时，我亲自来这找你拿，最好别让本小姐等。走，白师弟努力修行，我们在丹元峰等你。为了风大小姐的订单，拼了！一阶炼丹炉，360贡献值啊，真贵的离谱。成了，开炉。60、64、66颗，用破锅一锅出60颗，用丹炉直接出66颗，而且时间缩短了一半。果然，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工具来。好，为了富婆的灵石，开始干活。感觉不对劲，这种奇妙的灵力波动以前从没遇到过。不过直觉没报警，继续。清润香气，自带灵力，一点辟谷丹的味儿都没有了。这玩意儿还是辟谷丹吗？剑骨丹不是，清心丹不是，醒神丹有点像，但也不是。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用这玩意儿交差，万一有毒，风铃儿那疯丫头不得活撕了我？不行，不能自己试毒，得去找风阳大佬鉴定一下。修仙界的地图也太大了，出个门特费脚。唉，地图太大，出门是真需要个交通工具啊。等有钱了，高低整把飞剑。风阳大佬之前说随时能来找他，但没给信物啊。外门弟子白晨求见风阳峰主，还请通传。白师弟，请出示身份牌。峰主在聚丹阁，白师弟径直上山便可。多谢师兄，辛苦师兄了。原来风阳大佬早就打过招呼了，难怪那个苏师姐说在丹峰等我。师尊，白师弟到了，1个月便期入体，这速度能赶上4灵根了，还算不错。今日过来可是对灵力掌控有什么疑问？坐到这边来，我教你控火的基础法门。谢峰主夸赞，但弟子今日并非来请教灵力运用。弟子用灵力试着炼了一炉丹，但炼得四不像，辨不清究竟是何物，斗胆请峰主指点一二。我来看看，你这丹里放了青蜜桃。回峰主，正是。你放着好好的丹方不用，往里头加青蜜桃做什么？你这是想炼什么丹？弟子想炼辟谷丹。胡闹！青蜜桃1颗的价值比1整瓶辟谷丹还高数倍，你用它炼辟谷丹，简直荒唐！你在外门做各种口味辟谷丹的事，我也听说了。你往里加青蜜桃，莫不是有人找你定制的？回峰主，是有人定制。究竟是哪个不知轻重的蠢货？还能是哪个蠢货？自然是您那位金贵的大侄女风灵儿啊。罢了，这事说到底怨不得你，但今日的话，你且记牢了。谨遵教诲。辟谷丹传承数千年，你真当这数千年来，我丹道一脉连改良一味基础丹方的前辈都没有吗？这对啊，连我虾骨挠都能做出果味的，为什么1000年都没人改良？这玩意儿明明很有市场。你可知青蜜桃本身的灵效是什么？听单堂师兄说，闻其味能解燥舒心，生吃能清心润脉，涤荡经脉浊气，炼气修炼心浮气燥时，吃1颗能缓和不少。青蜜桃原本的灵效来了急去的快，只能持续2克重，但这颗丹药硬生生把这灵效拉长到了12个时辰，把2克重的效果拉长到1整天，这难道不是技术革命吗？怎么还被骂成华而不实？时效是长了，但效用也大打折扣。如今这丹吃下去，效果极其寡淡，远不如直接生吃青蜜桃来的迅猛。你加了青蜜桃，成本翻了数倍，而且这丹药的境地极其尴尬，说没用吧，能辟谷解燥；说有用吧，效果极其鸡肋。这就是为什么没人去改良低阶丹药。对啊，做1炉要6、7个青蜜桃，这成本肯定得加进去，不然亏死了。更何况青蜜桃是1阶上品凝心丹的核心主材，1颗就要10块下品灵石，你拿去炼辟谷丹，岂不是暴殄天物？弟子知错了，虽然是用风灵儿的钱买的，但浪费了还是让我心痛啊！白晨，我不拦着你改良丹方，创出造福万千修士的新丹方是功德。低阶丹药贵在取材易得，价格低廉，追求的是普适性。哪怕你改得再好，大众用不起，就毫无意义。你现在对灵力操控只是皮毛，不如沉下心修行，尽早筑基。唯有筑基，才真正有改良高阶丹药的必要。多谢峰主谆谆提点。
弟子定诚心修己，争取早日筑基。坐下吧，既来了，我便趁着功夫教你些炼气、炼丹的根底门道。空了一整天肚子，现在赶回去善堂肯定没饭了。算了，吃颗青蜜桃辟谷丹凑合一天吧。10块下品灵石1颗的果子做的呢，就当吃大餐了。白师弟，师尊吩咐我带你去用膳，稍后再送你回玉谷。吃不吃饭倒不重要，有人送可太贴心了，不然让我2条腿走回去，腿都得废了。多谢师兄。劳烦师兄带路，还未敢问师兄尊姓大名？我姓许，单名成，你唤我许师兄便是。舒坦，原来这就是内门弟子过的日子，外门那真的是狗都不如啊！上来吧，我慢点飞。御剑飞行，我2辈子加起来都没体验过啊！总有一天，我也要拥有自己的飞剑，不仅要筑基，我还要站在这修仙界的最高处。爽，太爽了！回去就拼命修炼，等到了炼气7层，老子一定要搞一把最快的飞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小师弟，到了。多谢许师兄。林师兄，又来给许师姐买辟谷丹吗？此次来是想买些果味的凝玉丹和安洛丹，不知师弟能炼制吗？凝玉丹和安洛丹，这都是治疗伤势、修复经脉的1阶中品丹药啊！这次任务很危险吗？不过是内门弟子该担的事罢了。我辈修士受宗门庇佑，总要挑些担子去镇山泽、安身民，护着山下的凡人不受邪祟滋扰。白师弟只管诚心努力修行便是。这绝对不是个轻松的任务，但我现在的修为根本掺和不了。师兄放心，这2种丹药我都会。荔枝味的如何？清甜不冲。好，有劳师弟，申时我来取。风阳大佬说辟谷丹没必要加水果，但除了风铃儿，加点便宜水果，其他人一样买单。有需求就有市场，低调赚就是了。100分百成丹，绝不空军。这一层是客户定制的，剩下的所有格子全是这1个月从订单里飘没下来的利润。为了不显得出单率太吓人被抓去切片，我每炉只交1半。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个修仙界大户了。唉，这100分百成丹天赋也挺让人烦恼的，才1个月柜子就塞不下了，是时候去弄个芥子袋了。张师兄桑葚味20粒，王师姐杨桃味10粒。刚练完林师兄的2炉高阶丹，不仅耗费时间，我这炼气1层的身体也被榨干了。呼，回蓝了，继续干。对呀，我有100分百成丹兜底。既然这炉子这么大，为什么要1炉只炼1份材料？只要我不怕炸炉，直接把材料拉满，这效率不就起飞了吗？260、274颗，1份材料炼66颗，4份不仅没少，反而因为药力互补，还多赚了10颗。这 bug 卡的太爽了！师兄，买梯子袋装炼丹材料用的。哎呦，师弟是单修啊！来来来，看这几个，这是基础款，空间不大，能装几匣丹药和零碎草药，只要60点贡献值。60点，装点零蒜，看不起谁啊？这点空间够干嘛的？师兄，别给我看破烂，直接介绍最好的。左边基础款60点，中间这只空间宽绰些，要100点。最右边这只是顶配，装2个丹炉，加满柜子丹药都绰绰有余，要180点。师兄，能让我先探探里头的空间吗？光听销售吹牛可不行，万一买回去不够装我那条流水线，岂不亏死？太小了，我那巨大的青铜丹炉根本塞不进去 ，pass。这个能放下丹炉和材料，但如果我以后开足马力爆产能，可能不够用。这个顶配的丹炉、药柜、导药臼全塞进去都绰绰有余，就是它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心疼，老子不心疼。哎呦！周石，你这小子闭着眼睛走路啊！陈哥，你咋跑这儿来了？刚买了疖子袋，你不是去接任务了吗？怎么慌慌张张的？别提了，凌霄峰的剑修今天邪门了，整峰的剑修都凑在一块要买装备，说明早出发必须用。别提了，凌霄峰那帮剑修今天全邪门了，防御服、隐匿服，哎呦我去，这么多东西我哪扛得动啊？干一天才赚10点贡献，亏死我了！防御服、大量疗伤药，这跟林烈师兄来找我加急定制的情况一模一样，绝对不是巧合。他们明日要出宗门。去干什么？不知道啊，就听一嘴，说是去清明谷，说是那边有妖族为祸。不聊了，药房要关门了。清明谷，妖族为祸。清明谷夹在2大宗门中间，妖族敢在2大宗门眼皮子底下闹事，这绝对不是几股散妖作乱那么简单。Game over。妖族真打过来，我这练气一层层的小卡拉咪，被斗法余波碰一下就得当场嘎了。好家伙，刚买完装备，现在真是要啥没啥，要命一条了。不行，得赶紧搞钱买保命符箓。白师弟，还要引气入体了啊！恭喜恭喜，今天又来交辟谷丹。初闻师兄，
我见凌霄峰师兄们在备战，不知可有我能帮忙炼制的疗伤丹药？好小子，有心了！那你会不会炼一阶上品的固元护脉丹？现在前线最缺这个。辟谷丹10颗才1点，固元护脉丹1颗要100点，你当我是丹神转世啊？师兄说笑了，弟子刚炼其1层，那种高阶货实在炼不了。开个玩笑，刚好有个回灵丹的代炼急活，免费领材料，每交1颗算1点，数量无上限。用自己垫付材料费，纯赚手工费，这简直是无本万利的印钞机啊！多谢师兄，我这就去。明早辰时前要交货。莫言师兄，领代炼回灵丹的材料，先给我来20份。明早辰时就截止了，就1晚上的功夫，你要20份，你练得完吗？师兄这话说的，男人怎么能说不行？老子有100%承担的外挂，我一炉起码出几10颗，你按一炉6颗的保底要求给我算，这 bug 我不卡到宗门破产，我都对不起我这个穿越者。宗门规矩，领多少材料交多少单，你领20份，明早最少得交120颗，交不够，到时候你倾家荡产。师兄放心，我心里有数，回去加班喽。这师弟明天早上估计要哭着来还债了，这材料可贵着呢。辟谷丹等级低，我可以一次炼10份，但回灵丹对灵力控制要求极高，5份已经是极限了。5份材料进炉。蓝耗太快了，吃药。100%成丹，还是太强了，完全没有废单。5份材料我只需交30颗保底，剩下这15颗全是我的纯利润，继续干。最熬人的不是灵力，是精神啊！林师兄，这是你要的凝玉丹和安洛丹。多谢师弟，我这便出发了。订单全部搞定，这是我引气入体后第一次正式修炼。我操！停！不行，绝对不行！寻常武灵根几个月才能引气，我昨天才引气入体，今天要是直接突破到炼气2层，这速度比天骄单灵根还快。这要是被别人看出来，肯定知道我身上有绝世重宝。这恐怖的修炼速度必须得藏起来。对了，筑基丹，玄宗门都知道我会炼丹，我就说我是嗑药，硬生生兑出来的，我还能顺手卖钱，一箭双雕，完美。今天这是来交回灵丹的代炼任务的吗？这是你1晚上炼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啊？师兄说笑了，哪能1晚上炼这么多？这里一大半都是我之前闲时炼好自用的存货。昨日见宗门急缺回灵丹备战，我想着能多帮宗门分担一点是一点，便索性把自己的存货一并拿来补上了。这个觉悟太难得了，白师弟有心了，120点贡献值，1分不少，收好。白师弟今天来又想要些什么？莫言师兄，炼筑气丹的材料多少贡献值1份？接了单子还是自用？自用。我想开始努力修行，不想比别人落后太多。武灵根的进境何其艰难，大多终其一生卡在炼气3、4层，但或许这小子真的能凭着炼丹，硬生生走出一条常人走不通的逆天之路呢。修行一世急不得，千万不要为了急于求成伤了根基。多谢师兄提醒。筑气丹材料1份20点贡献值，不过这丹药成功率极低，大概只有30%，你要多备几份吗？来3份。是覆海金舟和破云情梭，只有征讨大型魔窟才出动的镇宗法器啊！上面绝对有元婴七老祖压阵，清明谷到底出了什么变卦？连元婴大能都出动了，这绝不是小打小闹，妖族这是要发动全面战争啊！不行，太危险了！这修仙界只有修为能带来安全感，赶紧回去炼丹嗑药。给我升温！我操，这2种药液在互相排斥，丹方上根本没写怎么处理啊，怎么搞？降温，100%成丹。稳住了，药力在飞速流失，怪不得筑气丹成丹率只有30%。给我拧！差点燃尽了，不愧是我。停！不能再练了，25天升2级，绝对会被抓去切片研究。苟住，系统 CD 好了，得留着去摸那些大佬。白师弟，林师兄，你们做任务回来了？你这是？林师兄，你受伤了？系统查灵炼属性，金色传说，我操！复制，必须给我复制过来！目标凌冽，天道酬勤金天赋，开启复制。
师兄，你千万要撑住啊，师兄！哥，我亲哥，这可是金色传说，你吐血归吐血，这1分钟之内，你可千万别把我推开啊！林烈，给我死！要死了，要死了！我操！你们重金系打架能不能滚远点打呀？我这种练起1层的小卡拉玛是真的会死的！你这废物，你怎么没死在那儿？你为什么还有脸回来？把志宁的命还来，还给我！许师姐，那个喜欢吃荔枝味辟谷丹的许师姐死了。那个许师兄，你们不要再打了，和你没关系，滚！我打扰了。撕掉没了还能再找，命没了我可就真嘎了。许成住手！你冷静点儿。许然，你放开我！若不是他逞强去破什么古阵，志宁怎么会跟着他去？怎么会被妖族偷袭？那是意外，是妖族的诡计。许成，你看看你自己，你知道志宁师妹究竟有多在意他？你今天要是真打死了他，志宁师妹在天之灵绝对不会原谅你的。白师弟，抱歉让你受惊了。林烈，暂且拜托你照看一下。这是一枚玉润丹，对他现在的外伤和灵气反噬有奇效。玉润丹，2阶下品疗伤药，这一枚就要280点贡献值啊！徐师兄放心，弟子明白。系统，复制林烈天道抽情天赋，首次成功复制金色天赋磁条，系统进入升级，预计升级时间24小时。升级了，能给点好东西吗？林师兄，你感觉怎么样？白师弟，有酒吗？劳烦帮我弄些酒来。多谢。你觉得我是什么资质？师兄这么年轻就到了筑基中期，想必是丹灵根的天骄吧？单灵根其实是废物的4灵根。那我算啥？废物中的不可回收垃圾吗？你肯定奇怪为什么我找你聊这些，因为除了他，我没有别人可以倾诉。就凭你刚刚那种聊天方式，没朋友一点都不奇怪，好吗？刚入宗时，谁会看好一个4灵根的杂碎？可我不服，别人1天饮气，我就3天不眠不休，死磕饮气诀。1个月，我踏入炼气3层，成了年年进境最快的外门弟子。1年后的外门大考，我把所有瞧不起我的对手，全都狠狠地锤了一顿，拿了魁首。师兄当年想必锋芒极盛吧？是啊，可那又如何呢？2年后，我成功筑基，被收入凌霄峰。我本以为凭我的进境，峰主定会收我为亲传，可惜并没有。我拿了大考第1，可温若恒收的亲传却是一个天子，进境都不如我的弟子。我不服，我想证明他看走了眼。我学会了所有高级功法，见谁打谁。那段时间，全宗门见了我都得绕道走。后来，凌霄峰来了个小师弟，他是先天剑心，我打不过就拼命挑战，直到有一次他失手了，那一刻我才知道他从未尽全力。我的拼命，师兄，在真正的天才面前像个笑话。后来呢？师兄怎么变得这么温润了？后来我废了，自请去最偏僻的灵芝园守灵子，像根发霉的烂木头等死，直到他来了。这位师兄有礼了。我当时没理他，可谁知他打听到了我以前的劣迹，但他没有敬而远之，反而每天都来。师兄连拔草都这么厉害。他以为我看不出他那笨拙的安稳，他就这么风雨无阻的陪了一个废物整整2年。许师姐真是个温柔又坚韧的人。他性子柔和，我便学着收敛锋芒，宽以待人。我学着他的样子，一点点把自己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他快要筑基了，我只是想去清明谷的古镇帮他找布阵的主材。许成说的对，是我害死了他。白晨，还有多少果味辟谷丹？我想要全部买下。他最怕吃苦，我想多给他烧一些。数量有点多，是我这1个月攒下的现货。有多少？1500颗，10颗1点的话，要150点贡献值。林师兄，你这是？林师兄，你给多了，这太多了。无妨，就当是麻烦师弟这1个月的辛苦费了。白师弟，一定要努力修行，这样才会在遇到想要保护的人时，不会像我一样无能为力。
24个小时，这破系统怎么升级这么慢？急死我了！系统核心模块升级完成。5米查询，不用再挨个去摸人手了，老子终于不用装男童了，史诗级大加强啊！直接显示经验进度条，再也不用凭感觉瞎练了，修仙变成打游戏太爽了。秘录丹，怪味辟谷丹，什么鬼名字？我操！这不就是青蜜桃辟谷丹吗？系统居然把单独识别命名，还给出了标准化配方，这说明以后我不管瞎鼓捣出什么毒药怪药，系统都能直接给我鉴定成分和功效，再也不用找人试毒了，我无敌了！陈哥，你忙完了吗？快出来！你们仨一大早干什么去了？我操，明天就是外门大考了，我们去讲学堂听注意事项了，怕你不知道，特意跑回来告诉你。哎呀，差点把这么重要的大日子忘了，抱歉抱歉。对了，试试刚升级的5米查询功能，系统查看他们3人的属性。我操，真的是一个念头看清全属性了！明天的大考，老在观众席上疯狂扫货了吗？陈哥，你发什么呆啊？白兄可是这1个月闭关炼丹，伤了心神。没事没事，确实炼丹太费精神了。都进屋坐，你们刚才说去讲学堂听大考规则了。大考分2部分，先考校，后比武。明天早上晨时，所有炼气期弟子去利剑峰集合。刚入门1月不会法术考什么？考修为啊，有专门的师叔拿剑灵玉璧照你。这1个月谁偷懒了，玉璧一照便知。剑灵玉璧照修为，我操！还好老子足够谨慎，死死卡在了炼气2层巅峰。考校还行。比武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抽签决定对手，全凭运气。万一抽到炼气后期的呢？那就请等着挨揍呗，上去直接被打下来。我们鱼谷的外门弟子就学了一门引气诀，可那些被提前收入各峰的天骄们早就开始学剑法、法术了，法器资源更是不缺，拿什么比？嗨，想那么多干啥？反正咱们明天就是个陪衬，凑个热闹就行。请问，白晨是在这儿住吗？我操，你是陈金宝？你怎么瘦成一道闪电了？你是陈金宝？白兄啊，你知道我这2个月在炼气峰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他们不是人啊！这是招徒大典上那个双灵根的胖子，那个走两步都要喘的陈金宝，怎么变成黑皮猛男了？这过有理了！陈兄，你不是跟着莫峰主去玄顶峰享福了吗？怎么搞成这副样子？白兄，你是不知道，那莫峰主他简直不是人！疯了，在我这儿骂一峰之主，你可别害我，好好说话。到了内门的第2天，莫峰主拿着一把比我还高的破黑铁锤子砸在我床头。金性需铅锤，土性要稳根。我对着那块铁硬生生砸了一整天啊！我2条胳膊都快废了。我家就是做铁器生意的，但我这辈子连根针都没拿过。你就在那儿天天抡大锤？怎么可能？半个月后大锤换成了更重的，晚上打坐修炼，1天12个时辰，除了吃饭拉屎1颗不得闲。这谁扛得住啊？可我看你不仅扛住了，还挺壮实。你要是天天被峰主当填鸭一样塞一堆高阶丹药，你也壮。就这他还不满意，说我根基不牢。2个月啊，整整2个月，白兄，我攒了10几年的肉都没了。兄弟，你确定你不是来炫耀的吗？我早就想来找你了，可峰主说不到炼气5层不许我出峰门。我昨天半夜才达标，今天一早就跑出来了。你已经炼气5层了？我们鱼谷的外门弟子1个月才摸到炼气1层的门槛，这些被提前收入各峰的天之骄子2个月就炼气5层了。明天的大考，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比？根本就是来走个过场的。陈兄，你家是做铁器生意的，那你应该听过百炼成钢这句话吧？莫峰主这是在雕琢你啊！你看看你现在气息沉凝，炼气5层，不知领先多少同门。白兄说的对，好像是这么个理儿。我偷偷观察过，峰里那些大宗族出身的弟子，一样被操练的哭爹喊娘，可他们连炼气4层都没到呢。这么一想，我还真是块好料子，至少也是块耐锤打的钢。这是我亲自打造的盾牌，给白兄你的。我用了星纹铁母做主材，掺了陈山砂。星纹铁母和陈山砂，这可都是1阶极品的防御材料啊！这也太豪横了吧！白兄，快注入灵力试试。你别看他小，他可厉害了。我这是在修仙界还是在夜店当 DJ 啊？这是我特意刻上去的5行基础防护阵纹，这样不管你用哪种灵力催动，都能激发效果，还能5行相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陈金宝的兄弟用的盾牌必须是最酷的。金宝啊，你的心意我真的很感动，但这盾牌你确定在危险的时候能保护我吗？遇到危险了，掏盾牌保命。不能吗？他防御很强啊。白兄，你是不想要吗？怎么会？你送我的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肯定要啊！光是熔的当2手材料卖，也能卖好几百贡献点呢。不要白不要。既然没名字，这盾牌就叫流光铁臂吧。流光铁臂不错，这名霸气。其实更想叫它闪耀的灯球。没什么好东西给你，这是我最近炼的丹药，你先拿着。别，白兄真不用，我这2月天天被峰主当填鸭一样塞高阶丹药，我现在看见药瓶子就反胃，真吃不下了。不用害怕，这是我用青蜜桃研制的秘录丹，不仅好吃，还能宁心静气，你当个零嘴吃就行。水蜜桃味儿，
太好了，谢谢白兄，我这2个月连顿正经饭都没吃过，这个太合我心意了。那白兄，我得赶紧回练气风了，告辞。告辞。文轩，不一起去吃午饭了吗？不吃了。那些主峰的天才资质资源胜过我们100倍，却比我们还拼命。我们这些外门弟子再不努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这小子怎么又受刺激？资质不好又要强，看到陈金宝2个月练气5层，能不疯吗？走吧，咱们也回去磨枪。先有凌冽倾诉情伤，后有陈金宝哭诉军训，我怎么成修仙界树洞了？不过这样挺好，在修仙界混，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数的少少的，这样才能安稳发大财。才上午，离明天大考还早，练一炉辟谷丹长1点经验，4个小时就能把经验干满。开干，看看大成之后是什么效果。终于干满了，系统打开炼丹面板，完美级，看着好像也没多厉害啊，一样管饱1天。那它到底完美在哪儿？纸上得来终觉浅，直接开一炉试试就知道了。开炉，除了看起来圆润了一点，个个都有金色的丹纹，好像也没啥区别啊。哟，稀客啊，白师弟今儿怎么有空大驾光临？不闭关了？舒文师兄这话说的，师弟我可是日思夜想，惦记着师兄您呢。这不，一出关就赶紧过来探望了。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3宝殿。当然，除了惦记师兄，也顺便来教一下辟谷丹的任务。白师弟，一瓶20粒，这得有1200粒辟谷丹啊！你这是闭关26天，啥也没干，全用来搓泥丸子了。合着你闭关炼丹也就算了，还专练最不值钱的辟谷丹，你图什么啊？修炼之余，总得找点事做，调节一下心神嘛。论勤奋，论对炼丹的执着，外门你绝对是独一份。得，我给你清点，这全是有金色丹纹的完美品质。白师弟，你已经能稳定量产完美级辟谷丹了。师兄见多识广，我想问问，你见过比这完美级更高品质的辟谷丹吗？你要这么说，我还真见过。你这是经文，我见过一种丹纹是流动的云纹，看着更缥缈些。云纹可有什么牛逼的特殊功效？特殊功效，它就是个辟谷丹，还能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功效？指望它帮你提升修为，感悟大道不成？也就是辟谷时间更长一点，再一个就是无垢了。无垢就是服下之后，灵气转化率接近10成，不产生任何渣子秽物。说白了，就是吃完不用拉屎，对长期闭关的修士有点用吧。我他妈把技能升到顶级，结果终极特效就是不用拉屎，这修仙界到底怎么了？师兄，除了辟谷丹，其他丹药如果炼出完美品质，兑换价格也一样吗？那怎么可能？辟谷丹是最底层的口粮，能跟那些真正用于修炼突破的丹药比吗？就拿你常吃的助气丹来说，普通助气丹吃多了，甚至影响后续突破，必须花大量时间运功排毒。但完美品质的助气丹没有单独可以一直吃当饭吃。我操，这么好！那我要是弄一堆完美助气丹封嗑药，起不起飞了？白师弟，你要是能把完美助气丹当饭吃，就算你是武灵根废柴，那修炼速度也能堪比丹灵根天骄，蹭蹭的往上窜。可惜啊，想得美！整个河虚宗能稳定练出完美助气丹的，只有风阳峰主和几位长老。只不过大佬哪有空练低阶丹药，所以完美助气丹是有价无市。我这边回收一枚比普通的贵5倍。原来如此，那要是真有完美助气丹，舒文师兄肯定也要大量买来吃吧？白师弟，咱们修行之人讲究砥砺自身，丹药终究是外物，真正的强者要靠自身勤修不辍。师兄说的是，师弟受教了。难为您把穷说得如此清新脱俗了。真帅啊！我以前总觉得随便混混就行了，但现在看着天上飞的他们，我好像突然明白张文轩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那么拼命了。可恶，那破非洲速度那么快，咱们怎么追得上啊？别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嘛！他们坐非洲是快，可咱们这走路看到的风景，他们也未必见过。这是我最近练的助气丹，功效你们清楚，拿去吃。助气丹，1阶中品丹药，这太贵重了，你自己修炼正需要，我们绝不能收。是啊，你留着冲击境界要紧。听我说完，我闭关这1个月，练这助气丹已经不算什么难事了。这2瓶你们先吃着，日后你们想稳固修为，需要什么丹药，只要能寻来材料，不必和我客气，我替你们练。陈哥，这太麻烦你了，在宗门里请丹峰师兄炼丹，不仅要自备3份材料，还得付一大笔贡献点当手工费，你直接帮我们白打工也太亏了。都是自家兄弟，提什么亏不亏？要是实在过意不去，每炉我抽几颗丹药当辛苦费就行。陈哥，此情此意，义父在上，受儿子一拜。混蛋！义父莫要动手啊！修仙界真不是有灵根就能顺利成仙的，10年、20年卡在炼气期无法筑基的比比皆是。你们看广场对面这些外门弟子，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实力，差距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奇怪啊，今天凌霄峰带队过来的，好像不是温若恒温峰主。哎，你说那个杀神去哪儿了？别的峰主都到了，凌霄剑锋的主位上怎么是个陌生的黑脸老头？温峰主怎么没来压阵？你们不知道，之前震动宗门的清玄谷任务，听说出了大变故，陨落了不少天才弟子。温峰主当场暴怒，单人独剑直接杀进了清明谷深处，一个人就把那边的妖族巢穴全给掀了。他现在还在那边扫尾没回来呢。肃静！时辰已到，甲辰年河虚宗外门大考现在开始。第一项，修为与功法基础鉴定。今年新入门弟子出列上前。本座孟川
专司新进弟子基础考评，此乃剑灵玉璧，能召见尔等修为深浅，灵力虚实，手掌贴上，不得施展任何伪装隐匿之术，听懂了吗？弟子明白。鱼骨、赵铁胄上前。四灵根练气1层，何须引气诀，初窥门径，灵力虚浮，根基不稳，下的。下一个钱富贵。入门2个月，这3灵根才练气1层，引气诀练得马马虎虎，你这2个月是睡过去的吗？连刚才那个4灵根都不如，废物！滚下去！下一个。鱼骨、程锦峰。哼，你这孙子有病吧？拽得跟258万似的，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查看程锦峰属性。还以为多牛逼呢，全是烂大街的白色绿色词条，一般般。白兄这儿，白兄这儿。哎呀，距离太远，探查不到那些天骄的属性，看来得找机会溜过去摸个底了。3灵根练气3层初期，引气诀登堂入室，灵力运转平稳，看来是下过苦功的。下去吧。下一个玉骨、周石。3灵根练气3层中期，引气诀扎实，灵力浑厚，不错，下去吧。还好老子昨晚吃了陈哥给的极品丹药，临阵磨枪突破到中期了。怎么可能？他一个吊儿郎当的家伙，修为怎么比我还高？没事，只是高了一点点而已。下一个鱼骨、张文轩。哼，3灵根我比不过，一个4灵根的废物还比不过了，我等着看笑话。4灵根练气3层巅峰，距离4层仅1线之隔，引气诀竟已至融会贯通之境。怎么可能？他明明是个4灵根的废物啊！引气比我快就算了，修为居然甩我整整一个小境界，这他妈根本不合理啊！根基牢固，灵力精纯，运转圆融，你心性沉静，是用功之人，不错，极好。下一位，乙骨白晨。糟了，到我了。5灵根，炼气2层巅峰，我这假造的能添我这破石头吗？孟执事，你就是白晨，5灵根的资质，才入门2个月就能独立炼制出完美品质的辟谷丹，很不错。我的老天奶！我昨天下午才交的任务，今天早上考官就知道了。执事过誉了，弟子只是侥幸，不敢当如此夸奖。不必多礼，上前测试吧。5灵根炼气2层巅峰，根基打磨得极好。你们都看看白晨，再看看你们自己，你们这些3灵根、4灵根的天赋比他好一大截儿，结果连炼气1层都勉勉强强，灵力虚浮的像团散沙，天赋不够就要努力来凑，懒惰成性才是你们最大的阻碍，都好好反思。孟执事，我求求你别夸了，你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我只想低调的混过去，你给我拉这么大仇恨干嘛？风师弟，谁能料想一个5灵根竟能有如此表现？但是这2个月到炼气2层巅峰的修炼速度了不得啊！莫师兄，此子心性确实过人，但5灵根2月到2层巅峰未免太快了。若我所料不差，他定是服用了大量自己炼制的助气丹。吃丹药怎么了？我封里那些小子，我都是拿丹药当糖豆给他们嚼的，有资源不用是傻子。师兄，各封弟子的丹药是长老炼制的，没有单独。可白晨是自学成才，他炼的丹药成丹品质、杂质驱除必定不完美。大量吞服带有单独的劣质丹药，短期能加速修炼，长此以往毒素沉积，轻则阻碍突破，重则损伤根基，这是拔苗助长啊！他是个可造之才，绝不能眼睁睁看他走差了路。等大考结束，我必须找他好好敲打一番。丹元峰、陈淼。陈哥，怎么了？凑近点，看热闹。系统开启雷达扫描模式，让我看看内门天骄们都藏着什么极品词条。看了好几个双灵根的天骄了，怎么连个蓝色的词条都没有？看来除了灵根好点，天赋也就跟周氏他们半斤八两啊。紫色的震道本能，这个好，这2人我记下了，下个月的 CD 就是你们的了。莫师兄，今年你选顶峰收获颇丰呢。新弟子中达到炼气5层的，你峰下占了近30%，且根基扎实。师兄挑苗子的眼光还是如此毒辣。哎呀，风师弟过奖了，不过是前期进境显得快些罢了。比起你丹元峰弟子灵力精纯、底蕴深厚，还是差了些火候啊！哈哈，嘿嘿嘿，老夫今年可是下了血本的，去年被你们丹峰和剑锋稳压一头，憋屈死我了。今年这风头必须是我选顶峰的。新弟子剑灵已毕，其余老弟子稍后自行前往各自考校区测试。原来只有新来的要在全校师生面前被公开处刑挨骂，这纯是下马威啊！接下来便是本届外门大考，不可伤人性命，毁人道基。除此之外，各凭手段，排名前3者，宗门不吝重赏。为首，上品筑基丹1枚，上品灵石100块；
藏经阁3层功法任选其一，加5000贡献点。4级中品筑基丹1枚，中品灵石300块，2成功法任选其一，加3000贡献点。第3名中品筑基丹1枚，下品灵石500块，1层功法任选，加2000贡献点。弟子领命，抽签。所有外门弟子列队依序上前，以手探入阵幕，自有号签飞出，注入灵力，即显对阵信息。抽完速去后战取，不得滞留。这次宗门可是下了血本啊！几位师弟，我是你们早入门2年的师兄吕世通。好家伙，这要是放现代，绝对是个响当当的内娱大狗仔啊！吕师兄，这次大考的奖励有什么特别吗？往年筑基丹只有第1名有，这次前3都有，而且还是中品和上品，杂志少单独微，突破成功率能多出3成。更别提藏经阁可任选功法的特权了，那里面的核心功法影响未来成就上限的宝物。难怪师兄们这么积极。你无需抽签了。孟执事，请问为何？你才炼气2层，连个像样的攻击术法都不会，上了擂台能有何胜算？与其上台受了伤，不如将心思用在正途。你的长处在炼丹，这比武你不用参与了。他入门2月便在丹道颇有所得，直接记他100贡献值，当做位列前100的奖励。我操，不用上台挨揍，白嫖免考金牌，还能直接白拿100点贡献值，这种特长生的待遇也太爽了吧！啊，孟执事，我们也不会术法，上去也是挨打的份儿，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参加比武了？胡闹！上台比武是磨砺心智，连宗门内安全的擂台都不敢上，日后遇到妖物邪修，你当如何？跪地求饶吗？若再有人临阵退缩，本执事直接治你们畏战之罪。别愣着了，快去抽签挨揍吧，这可是宝贵的经验啊！白晨，你可真是我亲兄弟啊！看看都抽到了什么号？我是丙银78，还不知道对手是谁。求求祖师爷，别给我匹配高阶师兄，我不想变成猪头啊！我也是，求轻虐。我的对手已经出来了，甲子6号，玄顶峰赵岩。玄顶峰赵岩，这人我知道啊，不用你知道。刚才测试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炼气4层初期嘛。你们只知道他的修为，可不知道他的底细吧？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去玄顶峰那边听了1耳朵，这赵岩天生神力，主修宗门防御功法和一套极其刚猛的锤法，在玄顶峰新弟子里名气很大。就这么一小会儿就打探出体系来了，这八卦雷达也太强了。文轩，实在不行，上去直接认输吧，咱们啥也不会，比不过主峰弟子不丢人。没关系，孟执事说的对，比武是磨刀石，若连试都不敢试，这刀还没出鞘就先自认了废铁。如果差距太大，我会认输，不会硬扛的。你一定没问题，我相信你。师兄果然神通广大，什么都瞒不过师兄。师兄如此见多识广，可否为我这几位要上场的兄弟讲讲，待会儿比试都需要注意什么？看到那边10座演武台了吗？比武开始，阵法色会升起5行护灵障，结界方圆20丈，足够施展，余波绝不外泄。看到旁边的10座高台了吗？每一座都有一位筑基期的执事坐镇，如果有性命之危，他们会瞬间出手救人。丹元峰的师兄师姐在那边待命，里面有简易疗伤法阵，下了擂台就能去治伤。宗门想的真周到啊！那当然，平时执事们凶巴巴的，关键时刻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吕师兄，比斗可有时限，能否使用符箓法器灵宠？能否吃丹药？白师弟心思细腻，比斗没时限，但僵持太久，执事会干预，不能毁人根基，不能有阴损之物。除此以外，符箓法器灵宠随便用。和虚宗讲究因材施教，剑修、丹修、符修，这就是你们展现手段的地方。那要是不小心下手太重，把对手打残了咋办？只要不是故意的，一般不追究。也就是说，遇到狠人变成猪头是不可避免的了。乙丑21，丹元峰陈淼，不就是刚才测试的那个炼气4层初期吗？我才3层中期，这怎么打？别担心，这人你未必打不过。丙银78，龟灵峰李金峰，这人不是新入门的，没听过。吕师兄，你认识吗？周师弟，你这签运抽到硬茬了。怎么说？他是跟我一批入门的老弟子，炼气6层，而且他是龟灵峰御兽峰的，他们和灵宠共生，他那头铜骨猿的实力也不下炼气5、6层，心意相通，2打1，在同阶里都是极其难缠的角色。你拿头打，我去。没关系，周石，就当上去锻炼下战斗意志，很快就能下来了。我上去直接就被秒杀了，能不快吗？你可真会安慰人啊，陈哥。抽签毕，封阵，各擂台执事就位。比武正式开始，请对阵弟子速速登台。甲子擂台，凌霄峰陈清风对灵转峰韩灵素。陈哥，你干嘛去啊？看热闹去。嘿，白师弟，我也去，这可是第一手大新闻。结界太大，如果超过我，雷达扫不到，让他东哥去别人才行。吕师兄，这王师兄什么路数这么抗揍？他叫王汉月，玄顶峰炼气8层后期的猛人。你看他硬扛苏师姐的火法，体表那层暗沉的光泽，简直跟金铁一样。查看王汉月属性，紫色的铜皮铁骨，这简直是极品保命被动啊！想要，给我
我断！查看苏清婉属性。啊！我操！橙色词条，居然还有这种级别的词条！药灵圣体，这绝对是炼丹界的神级外挂呀！吕师兄，你对这位苏清婉师姐了解多少？嘿嘿，白师弟，苏师姐芳龄19，天资绝伦，而且还没有道侣。你以后进了丹元峰，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好努力，未必没有机会抱得美人归啊！停，吕师兄，我不是打听这个，我是想问苏师姐在炼丹意图上可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这你可问对人了。听说她开炉炼丹几乎10炉10成，从无失手，连品相稍差的废丹都难得一见。原来如此，苏清婉的词条能让她成丹率极高，且品质直接达到大成。有了这外挂，根本不用苦哈哈的刷熟练度。可是怎么才能接触她1分钟呢？上去说师姐我给你把个脉，肯定会被一巴掌扇飞。用药，风阳大佬会直接弄死我。穿越到了何须宗，还获得了一个能复制别人天赋的系统外挂。只要我摸过的人，不管是顶级灵根还是特殊体质，都能复制到我身上。尤其是我的师姐，不仅漂亮，而且还温柔。直到那一天，师弟，算我求你了，你快点筑基吧，师姐，我要坚持不住了。唉，算了，我都有100%成丹保底了，大不了靠天道酬勤死磕几千次熟练度就是了。我不馋，我一点都不馋。陈哥，怎么了？没，就是感叹这打的也太激烈了。乙丑擂台第1场，丹元峰苏清婉胜。陈哥，文轩那边要上场了，我们快过去。这么快？这边才刚结束第1场啊！那边实力差距过大，有人上去就被打出界了，瞬息结束战斗。走，赶紧过去。文轩，必胜！我努力。鱼骨的废物也配喊必胜？鱼骨张文轩，请赵道友指教。他牛什么呢？连个回礼都不懂。哼，主峰的弟子可不就牛吗？大考日子别惹事，等回鱼骨再骂。先看比赛。甲子擂台第3场，鱼骨张文轩对玄顶峰赵岩，比试开始。对付你这种废物，一招就够了。好，躲得好。给我死！可恶，你这泥鳅只会躲躲藏藏吗？山岳压顶，给我碎！不好，躲不开了。说，破！甲子擂台第3场，鱼骨张文轩胜！好样的，文轩，赢得真漂亮！周师，你要勒死我了，快松手！辛苦了，这是回灵丹，快恢复下。谢了，刚全力爆发，丹田正空的难受呢。文轩，下一场什么时候？还没出来。当然没那么快，第1轮有近3000号人呢，等到第2轮估摸着怎么也得到下午了。既然这样，方和马上要在乙丑擂台上场了，我们先去那边准备吧。我认输，方道要承让。可惜了，方和，你再坚持下，说不定能赢。赢不了的，人家灵力比我厚，熬下去也是挨揍，不如早点投降，少受罪。知进退，明得失，本就是修行。这次不行，下次再战。走吧，周石，去丙寅擂台那边等你上场，我去其他擂台转转，长长见识。蓝色词条是不少，但没几个看上眼的。5米探查范围还是太短了，我要是敢往前凑，绝对会被执事当四给打死。目标还得放在各峰筑基期弟子身上。今日首轮比试至此结束，明日辰时继续。今天可真是够累的。哎呦，不是说打不过可以认输吗？这他妈叫可以认输？长老就是骗人的。要糟！你笑啥？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感情你特权不用上场挨揍了，我们被打成这样，你还在看我们笑话？诸位息怒，实在是见诸位为我鱼骨拼杀却伤重至此，心中悲愤难已。方才那一声是叹息，是愤懑，绝非嘲笑。诸位仔细看看，这位是我好兄弟周石，你们看看他的对手简直丧尽天良啊！我兄弟都这样了，我岂有半分看诸位笑话之心？你们长老都是骗人的。什么打不过可以认输，都是胡扯！我刚上台想喊认输，那孙子上来先打嘴再打腿，我想喊发不出声，想跑跑不了，混蛋啊！你们这算什么？我他妈对上的是龟灵峰的李金峰，只是刚说开始，他那只铜骨猿上来就死捂住我的嘴，我死命挣扎，根本挣脱不开。他主人就在旁边，哐哐哐跟打铁似的，捶完左脸捶右脸，我就只能躺在地上被揍。我就绝望的拿眼睛看着执事师兄求救，可那师兄就像瞎了，
等李经方打够了才宣布结束。我被抬下去时，那师兄还对我比了个大拇指，夸我被打得这么惨都没认输。我他娘的也想认输啊，可我拿什么认啊？我嘴都被猴子毒死了呀！你这确实比我们惨多了。这他娘的到底是比武还是泄愤啊？等等，我刚看了一圈，好像挨揍的全是我们这些刚入门2个月的新弟子啊！我操！忽然想起早上孟执事骂我们的话，他说上擂台挨顿揍也是宝贵的经验，当时还以为是个比喻，合着是真他妈让我们上台挨揍去了！当时我还以为孟执事不让我上场，是故意给我树敌捧杀我，现在看来他这是直接给我发了免死金牌。诸位师兄先用着，我修为低微，帮不上别的忙，唯独这炼丹的手艺还算拿得出来。以后大家若需要什么回灵丹、聚气丹，只要备好材料，我有时间定当尽力为大家炼制。白兄，你这份情谊我们记下了，但规矩不能坏，该多少材料多少手工费，绝不能让你吃亏。对，绝不能让白兄倒贴。同门一场，收手工费我还算什么兄弟？如果诸位实在过意不去，那就多备1份材料给我就行，1份不能再多了，多了我绝对不要。只多收1份材料，这不仅不收手工费，连炼丹失败的风险都自己扛了。人家不参加比武是理所应当，我们刚才居然还怪他，我们可真该死啊！白兄大气，这份情我党记下了。往后白兄若有差遣，只管开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严重了，严重了！呼，还好我反应快，这波因祸得福啊！反正我100%承担不费材料，他们多给的1份就是纯利润，既赚了经验，又收买了一群打手当保镖。嘿嘿。师风，师风，你知道你有多重吗？你到底吃了什么啊？太难闻了！师风，下来，快点下来！好像擦不掉啊！救命！我说刘执事，你到底给师风吃什么了啊？他都快长成个球了，再胖点他得拆了我这门框才能进得来。那也不能怪我啊，还不是你练的那些辟谷丹惹的祸。我练的辟谷丹，这还赖上我了？你都不管他的饭量吗？我怎么管？自从他吃了你那批辟谷丹，他就再也不肯碰灵兽粮了。我把粮掺在肉里，他把肉舔干净，把粮一粒粒吐出来。辟谷丹吃多了及时啊，可他每天1顿5颗，少1颗都不行。吃完了倒头就睡，睡醒了继续等下一顿。你知道他这2个月长了多少斤吗？50斤？是250斤！250斤纯肥肉，谁家以速度和追踪著称的烈风嗜月犬能长这么胖啊？所以你今天来是想要我？白晨，你那个辟谷丹到底是怎么炼出屎味来的？你能帮我把灵兽粮也炼成屎味的吗？他这么想吃那个，你干脆直接让他去吃真的不就行了？何必这么麻烦？不行，那绝对不行。那个味儿我忍忍就算了，真吃那玩意儿我是万万无法接受的。我先付1000贡献，只要你能弄出来，要多少贡献点你随便提。刘执事放心，我很喜欢师风，就算为了师风的健康，我也一定尽力试试。师风，走，给我走！刘执事慢走。也不知道100%承担能不能搞出那个味儿的灵兽粮。算了，先不想了，等大考完再说。哟，看来凝玉丹效果不错啊。还是陈哥的药好使。那是。行了，好好养着，别说话了。走吧，文轩第2场要开始了。凌霄师兄剑法通神，张文轩甘拜下风。承让。境界差距太大，主动投降了。这是明智之举啊！鱼谷新进弟子中，就你进了第2场，已经很好了。你好好休息，我去其他擂台看看。果然，精彩绝艳的词条还得看第2天的比试。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厉飞羽，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他不应该肱骨平庸吗？看着天赋极其炸裂啊！紫色的庚金剑骨，这到底有什么用？陈哥，陈好啊！你昨天打成平手，莫风主没说你？为啥要说我呀？我对上炼气8层的师兄没输，风主可开心了呢。给我破！平局。你到底弄了几面盾啊？8面，用的全是星纹铁母和陈山砂。我还往里加了灵品3阶灵兽极倍元的贝甲碎屑，花了我小半年的零花钱呢，不过值了。星纹铁母加陈山砂，还要有价无市的极倍元贝甲，这造价光成本就得大几千贡献值，换算成灵石的1500枚往上，这只是他小半年的零花钱。陈家到底是干嘛的？乙丑擂台第2轮第4场，陈金宝在不在？来了。听着，上去什么都别管，直接放盾，别犹豫。放心，我懂。盾来！陈师弟的乌龟壳声名远扬，还好我早有准备，承让了。我认输，输了也好，正好安安心心陪我们看热闹。没错，我们先把他们的弱点都记下来，等明年修为上去了，再打他们个落花流水。有道理，走着，看热闹去。灰色词条，我还是第一次见，看这名字气血孱弱，应该是负面词条吧？我操，这破系统升级了，居然连个词条说明功能都不给。之前的金金剑骨我不知道干嘛的，现在的气血孱弱也是，全靠我自己猜，这搞不好会错过多少神级被动啊！差评。哎呦，白师弟，
在愁什么呢？啊！吕师兄来的正好，你看台上那个顾山河师兄，我看他气色极差，是有什么先天隐疾吗？系统不给说明书，老子直接问修仙百科全书。哦，他呀，据说打娘胎里就心脉不好，这身体练气还能靠丹药温养着，往后筑基这关，哎，怕是难过喽。果然，气血孱弱这个灰色调调就是先天隐疾。那厉飞羽师兄呢？吕师兄可知他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天赋？那我可太知道了。厉飞羽，凌霄峰外门首席，单击灵根，炼气10层巅峰。他真正的底牌是一身天生剑骨，他骨骼异于常人，经脉天生就是剑脉走势，他站那儿本身就是一柄出鞘的剑。原来根筋剑骨是这个意思，自带剑修顶级被动啊！吕师兄真是消息灵通，何须宗就没有你不知道的。哪里，就是多跑了几趟腿，不算什么。其实我这也是打听点皮毛，真要说看人准，还得是青云宗的苏青州长老。苏青州他有什么神奇之处？青云宗的苏青州你都不知道？这位苏长老虽然修为平平，术法也一般，但他凭什么当长老？凭一双慧眼。别的长老挑弟子，测灵根，考根基，折腾半个月，他不一样，一眼，对，就远远看一眼。不管是灵根多杂、资质多差的废柴，只要被他指明了修行的道路，就没有一个不成器的，全都能在那条路上混出名堂。你说神不神？不过这人品行不咋地，贪财好色，只要给钱就办事。咱们宗门每5年请他来外门大考看一次。你知道玄铁手裴元征吗？不知道。裴师兄我知道，我们玄鼎峰的，3年前一锤断出一柄2阶上品法剑，卖了3000贡献点，特牛。那你知道它是什么灵根吗？炼气嘛，不是金就是火，土木也行。错，它是水灵根，丹水。丹水灵根去炼气，炉火都忘不起来吧？可不是吗？所以他当初在外门蹉跎4年，卡在炼气10层无法寸减。结果苏长老来大考看了一眼，点出他擅长淬火，极度适合断气。现在他是玄鼎峰第1淬火师，咱们峰弟子造的法器，10件有8件得送他那儿淬火，牛不牛？这外挂太强了吧，简直是透视眼啊！这修仙界居然有这种野生外挂，我以为只有我有系统面板，合着人家有一双透视眼。我他妈是5灵根的废柴，体内却藏着一堆极品紫色、金色词条，要是被这个苏青州看一眼，会被当成夺舍的怪物抓去切片的。所以啊，宗门花大价钱请苏青州每5年来一趟，就是担心埋没人才。下一次苏长老什么时候会再来？明年苏长老就会再来了，说不定我也有什么隐藏的天赋没被发掘呢。对了，白师弟，听说你能代炼筑气丹，帮我也炼2炉呗，材料我出。行，没问题。那就拜托你了，回头我请你喝酒。必须搞个隐秘修为的词条，如果1个月内搞不到，那我就不藏了。天道酬勤加事半功倍加5行亲和，半年内老子要硬冲筑基，甚至金丹。首先把这苏青州摁，把他的透视眼复制过来，如果藏不住，老子就一击必杀，小命必须握在自己手里。甲辰年外门大考3甲已定，魁首凌霄峰、厉飞羽。不意外，紫色庚金剑骨，天生为战而生。4位乾坤峰、顾山河，带着灰色气血孱弱负面词条还能拿第2，紫色天算之瞳，这么离谱。第3位鱼骨孟存志。10年引兵，一朝远梦。修仙界的底层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有胜者有败者，此乃常态。尔等今日所见，皆为灯火余烬。望尔等努力修行，莫负光阴。来年5月初5再争高低。白晨、留步。苏师姐，孟执事还是厚爱师弟的，让师弟躲过了一劫呢。师姐这话说的，怎么像是我要是上场了遇上师姐，师姐会对我下狠手似的？当然，这是惯例，老弟子打新弟子，每1年都是如此。所以师姐当年也被打了？那倒没有，第1轮我胜了。师姐过来，不会就是专程来可惜我没挨揍的吧？当然不是，峰主有事寻你，让我带你一同乘飞舟回丹峰。上来吧。好。嘿咻！抱歉，我忘记放下弦梯了。没事，爬爬更健康。这就是那个靠炼出丹纹辟谷丹免了比武的白晨。炼丹天赋再强有啥用？5灵根的废柴，不然早被特招进丹峰了。声音这么大，你们干脆拿个大喇叭喊得了。哟，这丫头怎么什么都没骂？要是以前，早就一句看什么看，挖了你的狗眼丢过来了。看来风阳大佬的管教还是挺有用的嘛。苏师姐，可知峰主找我何事？还有，以师姐的天赋，怎么还称呼峰主而不是叫师尊？峰主找你，估计是想考教你最近的炼丹进度。至于称呼，这是何须宗的规矩，不到筑基不可拜师。峰主从你刚入门就一直很看重你，你可要好好修炼，我可等着多一名小师弟呢。师姐鼓励，师弟自当勤勉，绝不懈怠。等我把你们的词条全偷了，到时候谁做师兄谁做师妹，还真不一定。白师弟，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多谢师姐。系统查询风阳属性。我操！我一直以为风阳这么年轻就当上了一峰之主，绝表是个单灵根满身金色词条的绝世天骄，结果他居然是个双灵根，而且最高只有个紫色词条的属性，在那些真的怪物面前，简直可以说是平庸了。他到底是怎么修到金丹后期的？那个紫色的破线到底是个什么逆天神技啊？来，我操！大佬摸底，不会查出我身上的外挂吧？这么快就撤了？我想偷词条也来不及啊！炼气2层巅峰，根基扎实，灵力精纯。
不过你入门2月，这禁境可服用了助气丹之类的丹药。我没吃，但这速度不吃药圆不过去啊！回风主，弟子服用了。你服用了多少？为何体内竟没有一丝丹毒留存？完蛋，药丸吃多了必有丹毒，我这纯靠外挂升的级，怎么可有的毒？怎么变？怎么变？你能这般想，我明白啊！您明白啥了？想速成，人之常情。我当年也曾偷吃丹药，但这玩意儿非完美品质，必有丹毒，积少成多。你如今无丹毒存留，是仗着年轻，身体底子好，强行化解了。可这不是长久之计，修行如登山，跑得太快，摔下来更疼。封主教诲，弟子铭记。这2瓶是我亲手炼制的助气丹，以后就吃这个，别吃你自己炼的那些残次品。2阶玄灵盾，挡金丹全力一击；1阶护心佩，筑基期破不了防。还有这枚遁空符，瞬息30。封主，这太贵重了，弟子受不起。拿着吧，这是你入我丹元峰我给你的见面礼，回去收拾一下，明天就搬过来。不是说要筑基之后才能入主峰吗？筑基入主峰是对普通弟子的要求，但对于那些2月内崭露头角、有极高天赋的弟子，各峰会破例提前收录。比如与你交好的张文轩，他虽4灵根，却能跨阶击败玄顶峰弟子。他此刻怕是已经接到了天眼峰的特招消息了。文轩被提前特招了，太好了！方才说了这许多，也该问问你正事了。这阵子炼丹可有什么心得？弟子试着炼了几回回灵丹，品相以中品居多，偶尔出上品，但还不够稳。2个月时间，1阶中品稳定出丹，偶有上品，这份进境确实难得。峰主，许师兄过来了。许成，怎么这表情？今日就到这儿，明日过来寻苏清婉安排住宿。是。请师尊允我去断魂渊驻守。许师兄，是我白晨。许成，我操！温峰主，他从清明谷杀完妖族回来了。许成，休要胡闹！断魂渊是人妖2族不死不休的战场，你一个单修过去添什么乱？请师尊允我去断魂渊驻守。你看着我！峰主，不管管吗？不管，温峰主是我找来的。啊，找来揍自家弟子的？不管你怎么想，我绝不同意你去断魂渊送死。凭什么林爹可以去送死，我不可以？他是剑修，你一个单修过去，除了送死，还有什么意义？他算个屁的剑修！他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他就是个废物！难道知宁不是因为他才死的吗？还有你，知宁还没筑基，是你保证过会护好他的，连自己亲外甥女都保护不好，你也是个废物！系统查询温若恒，许成属性。温峰主去清明谷前还是金丹，杀了一圈直接升元婴了，这天赋确实变态。不过许师兄这词条一个紫一个蓝，感觉一般般啊。我真是被林烈和苏师姐的金橙色词条养刁了胃口。人我先带回去，明天给你送回来。温师妹请便。请师尊允我。恭送温峰主。我给你的法器，不要舍不得用。没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重要，记住了吗？是，弟子记下了。回去吧。是。原来许知宁在妖族遇袭，手里攥着的护身玉佩都没来得及用，所以凤阳大佬刚才才会那么严肃地叮嘱我。不是，凤阳大佬都没派个师兄御剑送我回去的吗？我一个炼气2层的步兵，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去啊？哎，白师弟，吕师兄，抱歉，让你久等了。嗨，不久，也就等了1个多时辰，不算啥。劳烦师弟了。拿着。这是20枚中品以上的筑气丹，白师弟，这太多了。吕师兄，听我说，我明日就要去丹元峰了，近几天怕是没法帮人代炼丹药，这是我之前攒下的现货，你先拿着用。另外，我还想请吕师兄帮我同鱼谷的师兄弟解释解释，不是我不帮忙，实在是要缓一段时日了。我懂，丰阳峰主一向青睐你，你进了主峰，他定要亲自督促你修行。你放心，鱼谷这边我定当帮你把话带到。多谢吕师兄。放在结子袋里，遇到突袭来不及掏，必须随时带在身上。可是怎么带呢？这流光铁臂在胸前，玄灵盾在背后，防御搭配堪称完美。这是要庆祝文轩进入天眼峰吗？陈哥消息挺灵通啊，那顺便也给我庆祝庆祝吧。
我明天也要去丹元峰了。真的？那今晚不醉不归。来，今晚咱哥几个好好喝一顿。你去哪儿弄的酒？善堂后头换的，15点贡献值一坛，说是管事自己酿的清谷酿。说起来，这还是咱们第一次一起喝酒。是啊，往后怕是不容易了。我和白兄只是去了主峰，又不是出了宗门，你们想找我们随时都可以啊。也是啊，以后咱们也是有主峰兄弟罩着的人了，出去那不得横着走？那必须横着走啊。不过回头我在丹元峰要是被人欺负了，你也得来救我。救，肯定救。陈哥、文轩，你们都找到了以后的道，我和方和也决定了。我想去钻研剑道，方和想去修符箓。我们准备去接凌霄峰和凌转峰的长期打杂任务，跟着主峰弟子，或许能熏陶一下修为，说不定还能蹭到长老的客听听。你们肯定没问题，放心去做，定能闯出名堂。干！今晚突破炼气3层，明天去丹峰学个跑得最快的身法，3天刷满经验，然后下山去黑市找隐匿贴的道具。要是找不到，老子就疯狂嗑药生筑基，争取有一击必杀的能力。一击必杀！炼气3层了，隐气诀也刷到了小成，但是谁知道后面那个100是百分比啊？练一次涨1点变0.3，这速度被强行拉长了。白兄起得早啊，听说今儿就去丹峰了，恭喜恭喜！吕师兄这狗仔的传播速度是真快啊，一晚上全村都知道了。白师弟来了，苏师姐已经在灵溪谷等你了，顺着这条路上去，过了药田就到。多谢师兄。到底是主峰啊，居所都是独门独院的单身别墅，太奢侈了。白师弟，苏师姐，我以后是住这儿吗？峰主说你喜静，我在后面给你寻了一座更安静的，就是这里了，看看可还满意？这地方不错，多谢苏师姐。喜欢就好，在门牌上刻好名字，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居所了。进来看看吧，这是每个院子都有的阵牌，日后你若炼丹或闭关，不想被打扰，往里注入一丝灵力即可。这个阵法能挡住人？不能，它只能遮挡视线，挡不住人。外面的人看到光幕就知道你不方便待客，不会贸然敲门。我们丹修炼丹时最怕被打断，一炉丹炼到关键时刻被打扰，轻则材料报废，重则炸炉，那威势可不比低阶术法小呢。你已经是丹元峰弟子了，鱼骨的木牌可以不用了。你先换衣服，简单收拾下，我在院外等你。今天是峰主每月2次的讲课时间，我带你同去听讲。好，谢谢苏师姐。这上面怎么没有显示贡献值的地方？原来是用灵石在脑海中查看，终于可以财不露白了。进来坐。这么安静？咦，峰主还没来，闲着也是闲着。系统启动雷达，让我看看这几个丹峰核心弟子的成色如何。风阳的徒弟虽然个个有天赋，但全是一堆蓝词条，都不如苏师姐的橙色词条脸。还有徐然这个听名字像是种地用的，估计种出来的灵植质量很高吧。这破系统要是能把词条解释也升级出来就好了，全靠猜，太费脑子了。弟子见过峰主。一晚上就到炼气3层了，今日修行可有不解之处？弟子昨日……风师兄。哟，这脸肿的，看来昨晚又没少挨揍。不过看着乖乖上课的样子，是被揍服了。温师妹，这是……风师兄，我想借白尘一用。啊，借我一用？去吧。不是，去哪儿啊？借我去干什么？你都不问一下的吗？我可是你新收的爱徒啊！是，温峰主。啊！你不应该姓温，你应该改名叫冷若恒，一点都不顾及他人死活啊！抱歉，方才忘了给你当风。峰主言重，弟子无碍。这是莫峰主早年炼制的归元炉，2阶中品，用到金丹期应该没问题。这些全都要练吗？对。都炼成辟谷丹，有多少算多少。这是实力上品回灵丹，劳烦你了，我去外面等。还干！这2阶丹炉真牛，灵力传导快3倍，念动火髓，一炉才6分钟，省力又高效。炼气3层配合神炉，我起飞了。多出来的这几百颗辟谷丹，我可就不客气了。温峰主，好了。
4876点，封主，这贡献值也太多了。不多，我之前给了许成10万，这些留着也没用了，都给你了。那个归元炉也是你的，待会儿记得带走。我操，给许师兄10万贡献值，他突然不闹着去前线了，不会是被这笔巨款给收买了吧？这里面封了我一道权力剑气，关键时候或许能保你一命。拿着吧，再好的苗子，夭在半路也算不得什么。果然很甜，从小就是吃不了苦，就连辟谷丹都要吃甜。走吧，我送你回去。封主，您把贡献值全分了，还定制这么多荔枝为辟谷丹，您是准备去断魂渊吗？我不去断魂渊。那您准备去哪儿？我要去天烈峡。关于这是个什么样地方，你以后会知道的。走吧。我操，又来！哎，这次有灵力罩着，好快！替我同风师兄说一声，我就不进去。是。封主，坐。是。封主，温封主找我做了些果味辟谷丹，他给了我丹炉和玉符，还将剩下的4000多贡献值全给了我，这太贵重了，弟子不知该如何处置。给你就收着吧，左右那些贡献值他之后也用不上。温封主说他要去天烈峡，为什么贡献值会用不上呢？你现在修为太低，这些事等你筑基了，自然就明白了。你现在已经炼气3层，该开始学法了。宗门藏经阁里炼气3层能学的基础术法，我给你挑了一些，全用玉简记录好了，你看看对哪个感兴趣？我操！别人为了进一次藏经阁累死累活，我连门都不用进，直接有人打包送货上门，而且还是极其昂贵，贴着脑门就能直接学会的玉简。这是青木诀，除了缠绕敌人，还能帮你更精细的操控丹炉里的木性药材，减少损耗。老子100%承担，要这玩意儿有啥用？这是灵焰指，丹火聚于指间，可做远程攻击，也可瞬间提升炉温。封主，弟子想学些轻身的功法。封主，弟子想学些轻身的功法。什么轻身功法？你想学的是逃命的功夫吧？修仙界活下来的，往往不是最勇猛的，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跑的。我们单修与人斗法，不需要近身，也不需要追击，你需要的是瞬间拉开距离，如何？这个好，弟子极喜欢，多谢封主。好神奇，就像直接把知识刻进了脑子里。在金色词条、天道酬勤和蓝色词条事半功倍的双重加持下，老子就是修仙界最卷的干黄。5天，给我拉满！流云遁，大成，移形换位。爽！虽然用1次蓝条就空了，但哪怕只有3丈，这就是我保命翻盘的底牌。去顺河坊百草阁取灵药辅材，顺便逛逛黑市，看看能不能淘到隐匿修为的宝贝。出发！1秒窜出20米，这速度比凡人走路快了几10倍，爽！就是蓝耗太快了，炼气3层的丹田根本不经造啊！我操，完美品质的回灵丹就是牛逼！以前吃2颗，现在1颗就满蓝。嗑药跑图，这就是富豪的快乐吗？冲！门里门外真是2个世界啊！顿河坊，老子又回来了！报，归长老，出事了！巡查队在宗外东北30里处发现一名我宗弟子被伏击身亡。详细说来。是，死者为凌霄峰外门弟子，身上财物、法器、身份令牌尽失，多为钝器所伤，像是被人劫杀。劫杀！在我何须宗眼皮底下劫杀我宗弟子，找死！传我令，封锁宗门东北方圆100里所有要道，查清那弟子何时离宗，去请凌霄峰认尸，加强蛇坊周围警备，凶手极可能往那边逃窜，让坊子里的暗桩全部动起来，一旦发现可疑之人，立刻上报。是。周叔，我是丹元峰来取青旅果和火绒草的，新入门2月，第1次下山，您多关照。丹元峰不错啊，炼丹的都有前途。周叔，您这火绒草酿的真绝，绒毛一点没塌，成色太好了。峰里定的肯定是上等货，取了货直接回去，还是去逛逛？待会儿想去西边百宝箱那边看看，淘点东西。去看看行，千万别在那儿买东西。为何？百宝巷名字好听，里面全是散修，筑基的都没几个，能有什么好玩意儿？尤其是功法秘籍，碰都不要碰，看看就行了。为何？那些功法都是假的？是真的，但要么是残卷，
练到一半走火入魔，要么就是被人研究透了的，一交手人家就知道你的罩门在哪儿，3两招就把你破了，屠杀。多谢周叔提醒。周叔，我先走了。别人怕暗坑，老子有系统怕啥？哪里有问题？系统面板一目了然。哈哈哈哈！能练就练，不能练就扔。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淘到我需要的隐匿功法？小兄弟，请留步。这人看着好眼熟，好家伙，毫无修炼天赋，但商业词条直接拉满，绝了！小兄弟是哪座主峰的？可认识玄鼎峰的陈金宝？您是金宝的父亲？是看牌匾猜到的吗？小兄弟厉害，你真认识我家金宝？当然，我和金宝是好兄弟，前几天还一块喝酒呢。哎呀，原来是自家人！快，里边请。老吴，快7壶好茶，再上盘桂花糕。小友，请用茶。陈叔您放心，金宝在宗门真的挺好，虽然玄鼎峰修炼催得紧，但他进境极快。好啊，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放心了。白小兄弟在丹元峰，现在可会炼制一些壮骨丸、养神散、通脉丹。这些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过，都是做什么用的？这是坊市里常见的货色，壮骨丸强筋骨，养神散恢复精力。至于效果嘛，聊胜于无吧。陈叔，回灵丹、助气丹这些正经丹药，坊市没有卖的吗？为什么流行吃这些不入流的丹药？当然有，但价贵，还买不到。回灵丹40块下品零食，不讲价；清灵丹60块。至于助气丹，那是刚需，有价无市，更别提筑基丹了。出来一颗就要上拍卖会，没有5万零食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就算成单率低，也不至于这么缺吧？因为一炉就出那么几颗，根本没人愿意卖。你们和虚宗的弟子炼了丹，一般都交宗门换贡献，宗门贡献点能换功法法器，比零食好用多了。别人不卖是因为成单率低，可我有100%成单啊，这就是暴力垄断啊！陈叔是想和我合作？没错，我们有铺子，有人脉，有信得过的客源。炼丹的材料我来出，你炼丹自己留3成，剩下的7成我们代销。卖出去的零食咱们3-7分，你7，我们3，如何？这哪是合作，这分明是送钱啊！陈叔既然这么说了，我要是再推辞，就是不识抬举了。往后还请陈叔多照顾。好，白小兄弟出本事，我们出渠道，互惠互利，共同赚钱，来日方长。陈叔，我还有点事，就先告辞了。别急，我让老吴给你拿点东西再走。老吴，把东西拿来。这个是，这重量起码得有1000块下品零食吧？往后我们常来常往，都是一家人。金宝在宗门也要麻烦贤侄多照顾了，一点心意，拿着吧。多谢陈叔，炼丹的事我回去等陈叔的消息。哦吼，果真是1000块下品零食，不愧是父子啊！陈金宝花4月零花钱造龟壳盾牌，他爹随手打赏就是1000零食，陈家是真有钱啊！1200块零食在手，我就是百宝巷最靓的仔。不过去黑市前，得先找个空屋子把这身丹峰的衣服换了，不然绝对会被当成肥羊狠宰。老大，这小子在破巷子里绕了快1炷香了，是不是发现咱们了？继续跟，试试新学的流云盾，移形换位。嘿，成功挪移，来一颗回灵丹，再来，又成功了，再来。哎，老大跟丢了，这小子滑不溜秋的，换个目标吧。不，陈星爷今天亲自送他出来，这小子身上起码有100块零食，而且别忘了咱们接的活，截杀何须宗弟子，这个肥不宰他宰谁？去他回宗门的必经之路埋伏。我操！嗑药和闪现的频率没卡准啊，差点摔个狗吃屎。看来无限闪现的 bug 还得慢慢练。烈火诀全阶下品，只要80零食。军部长生功地阶残片120拿走。金刚不坏身炼体神功，筑基期都能用，150，只要150。好家伙，修仙界的绝世神功卖得跟义乌批发论斤称一样，难怪周叔让我千万别买功夫。苍梧心经，小友有眼光，这本可是从苍莽山古战遗迹里挖出来的，上古大能苍梧真人的遗物，天阶功法，练成后筑基期同阶无敌，只要300零食。就这，还是遗迹里出来的？这位苍梧真人生前怕是该好好报个书法班练练字了吧？哼，郑三儿，就你那破册子，前2天刚抄的，
墨汁都没敢偷呢，也敢说是真迹？李老师，你放屁！老子抄的也是古本。小友，别听他瞎白话，咱们炼器散修哪搞得到真迹？我从来都说是手抄本，内容保真，价格好商量。过来看看，小友要啥灵根的？金灵根，根金破云剑，金甲护身诀，锐金指，能攻能防能近战。水灵根，柔水剑，玄冰盾，踏浪步，可水上漂。木灵根，火灵根，土灵根。今天买一套送轻身功法，踏雪无痕。要是全属性都要，我给你打个骨折，498块零食。散修在外行走，安全第一。你要是全套打包，我再送你这一套隐匿功法，敛息诀、引元诀、藏风册，全给你了。敛息诀、引元诀，这里面说不定真有我需要的隐匿词条功法，必须拿下。李老师，你能再能吹点不？就你那堆破烂手抄本，还敢要498？你怎么不说那是仙界传下来的？师兄，你这里面很多功法，别的摊位也有啊，498实在太贵了。这样吧，98块零食，我就买了。成交。一共98块下品零食，谢谢惠顾。答应的这么快，好吗？价特么给的还是太高了，亏死了。慢走啊！晚上分账。什么鬼？要不是风阳大佬给的这枚2阶上品盾牌挡了金丹级的一击，我刚才已经变成肉泥了。人类劫修和妖族混在一起，死！玄灵盾。遁空符，起！想跑？我这困天环专克你这种有逃跑宝贝的，你跑不掉喽。跑不掉也得跑，向顺河坊跑，那里有巡防司。切！少主，这小子不对劲，区炼器3层，身上有2阶宝盾，还有这种能连续瞬移的高阶盾法，在和虚宗绝对是核心弟子。咱们撤吧，万一引来巡防司。撤什么撤？他宝贝越多，越证明他是绝顶天才。和虚宗的天才死一个，对我妖族就是大功一件。给我追，耗死他！娘的，这小子的灵力无穷无尽吗？给我开！救命啊！和虚宗弟子遇袭了，巡防司的师兄们快来人啊！救命啊！那边有求救，魏长老，宗门西南方向正在求救。这都什么鬼东西啊！两锤砸不死，会连续瞬移，现在又冒出个能闪瞎眼的玩意儿。这小子到底藏了多少宝贝？少主，不能再追了，那光太亮了，藏都藏不住。巡防司的人马上就会过来。说什么？走。白晨，发生了何事？发生了何事？哦，魏长老啊，弟子好惨啊！刚走到矮林就被偷袭了，背后就是一股巨力。哎呀，偷袭弟子的有3两口弟子都没了，盾光头，一个瘦子，还有一个长着狐狸耳朵、拿着铜环的青年。弟子本来想用盾空符逃命，结果那铜环让符箓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的护心佩碎了，玄灵盾也快碎了。您再晚来一步，弟子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狐狸耳朵能让空间符录效的铜环，五祖堂竟然出来了，难为你了。才炼器3层，能躲开天狐族的追杀，命也是真大。我先送你回丹元峰，风阳那儿都要急疯了啊！峰主知道我出事了，今日发现几名外门弟子被劫杀。风阳查到你从百草阁离开了2个时辰都没回去。风阳大佬这是担心我出事啊，有个靠山真好。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浪费了。系统查询魏长庚属性，是个狠人啊，怪不得是巡防司老大。师兄，峰主啊，他们有个破铜环，您给我的遁空符都被限制了，根本使不出来啊！我的护心佩碎了，我的玄灵盾也要碎了，我差点人就没了，我差点就回不来见您了。起来吧，选5代，遇袭自动触发。当金丹初期全力一击，经缠戒，杀意锁定的瞬间自动示警。云残甲可挡金丹中期1次致命攻击。拿着，若是再碎了，还有新的。多谢峰主，弟子先去交换任务了，告辞。风阳，你这弟子有点意思，刚死里逃生就生龙活虎了。进阁内谈吧，他刚才提供的信息很棘手，把其他几位峰主都找来。师兄，帮我看看这些咱们藏经阁有吗？能换多少贡献值？你去百宝箱了，如果是秘境里带出来的，藏经阁评估后会收，但百宝箱买的一概不收。为什么？就算不咋地，当个奇闻异事摆着不好玩吗？就拿这本来说吧，它确实是上古传下来的，但它本来是用来教小孩子认识经脉的。认识经脉？对，运行一遍，你身上的经脉就会发亮。后来不知道哪个傻区非要把它改成能攻击的，改来改去就成了这版烈火斩。那不是挺好吗？攻击是还行，但这功法被魔改后有一个致命的罩门，不能被人碰到，碰到就全身僵直。罩门在哪儿？很容易被碰到吗？全身窍穴，任意一个都是罩门。好家伙，运行这功法连他妈走路都不行了是吧？
其他功法估计也差不多都是这种坑爹货。算了，你搞这么多废纸回来，花了多少灵石？98。到底还是单修有钱啊？啥意思？100两银子1点贡献，1颗下品灵石4点贡献。坊间故人誊抄1整册书只要1两银子。师兄，被这帮奸商骗的应该不止我一个吧？那肯定啊，每年都有几个大脑袋跑去百宝箱抱回来一堆废纸。不过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被骗这么多的，别人最多被骗个8块9块灵石，毕竟拿不出更多了嘛。多谢师兄，师兄再见。这修仙界的套路我是防不胜防啊！还好陈金宝的那个流光铁臂够闪，让对方瞄准失衡，不然我这小命就真交代了。今天逃跑时本来想用玉符反杀，结果放在戒子袋里根本来不及掏，在没有一键换装的功能前，保命的玩意儿必须全穿在身上。为什么不是玉简啊？看着古文我头都炸了，只有自己看懂悟透了才能入门。风阳大佬，好想让你帮我全刻进玉简里啊！事关小命，拼了！成了，能用。永久下降1成，我靠！我这武灵根废材要是再下降1成，干脆别修仙了，直接当乌龟算了。难怪宗门不管百宝箱，这玩意儿练了是真要命啊！下一本，连开4本盲盒全是坑。都学4本了，不差这一本。天阶极品，能狗能装，还能遮掩天机防透视眼，这哪是功法？这他妈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神啊！难怪天阶功法会被当破烂卖。练到小成才能隐藏3个小境界，熟练后怒翻10倍，普通人一辈子都练不动。但别人不行，我行啊！老子有天道酬勤，雷劫加重。要是明年过不了那个野生鉴定师的关，我还多个屁的雷劫！死磕！唉，尹元觉终于小成登堂入室了，试试变菜鸟。那往上调呢？完美，除了灵力运转有点滞涩，外表根本看不出破绽。这20天不仅把尹元诀练成了，修为升到了炼气4层，陈叔的订单和鱼骨兄弟的代练也都搞定了，还顺手把刘彦执事要的10味狗粮也交差了。这干度，我愿称自己为修仙界第一劳模。现在能隐藏修为了，接下来必须全力冲刺筑基，我得找个极品词条复制过来。目前遇到最好的就是苏师姐和温风主的橙色词条，可这俩人一个是丹峰天才，一个是杀神风主，我这炼气4层的小菜鸟，怎么才能上去摸他们1分钟啊？温若恒去了天烈峡，苏师姐的橙色词条我又找不到借口触碰他1分钟，风阳大佬的破线暂时用不上，上次下山差点嘎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提升修为，找5行亲和的词条升级灵根资质。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陈金宝有个蓝色的金属性亲和，就决定是他了。金宝，不知道丹元峰院子起光幕不能随便打扰吗？我正炼丹的，你这一喊，万一炸炉了怎么办？我知道，可你都闭关7天了，我担心你在里面是不是走火入魔。停，再说下去就不礼貌了。进来坐会儿。闭关太久脑子晕，正好说说话。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系统开始复制。陈哥，我研究了20几天的新东西，昨天终于成了，峰主夸死我了，给我放了2天假。哦，什么东西这么厉害？说起来，这东西能成，还得感谢陈哥你呢。我操！玄顶峰大白天放烟花，陈哥你看，我研究的就是那个，怎么样？那不就是你之前做的光污染盾牌吗？你花1个月就搞了个这？你上次被追杀，不是用我的盾吸引了巡防司吗？峰主说那玩意儿当信号弹极好，所以我改良了它，炼气也能用，以后宗门弟子遇到危险一催动，几10里外都能看见，注入灵力。自打闪耀的灯球之后，修仙界第一发窜天猴也来了，非常好，金宝，你绝对是炼气的旷世奇才。对了，陈哥，我爹来信了，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复制陈金宝金属性亲和，天赋成功。第一次合作就分了2000块，这爹太能挣了，果然单修就是印钞机啊！唉，当初花180点贡献值买的顶配，还以为能用到筑基期呢，结果这产能太恐怖，这就装满了。就没有更高端的储物装备吗？待会儿听完课，找峰主哭个穷，看看能不能混个高级货回来。累死老子了！苏师姐一直在闭关，只能靠2条腿来爬这个破山，受不了了！2个月，老子必须到炼气7层学会御剑。这破山是1天也爬不下去了。徐师兄今天没来，他闭关1个月了，他想尽快结丹。现在结丹才筑基6层啊，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这就闭关冲击金丹了，疯了吧？到底在着急什么？等你筑基后就知道了。怎么一个个都当谜语人？筑基后到底有什么大秘密？那苏师姐，她院子光幕也亮着，她在为筑基做准备，估计这2个月都不会出来了。筑基，苏师姐才炼气10层啊，天骄不都应该修到12、13层再突破吗？白师弟，你是不是从来没去讲述园听过课？筑基不仅仅是修为到了就能突破的，修为到了还得有对应的筑基之物，配合筑基之法才行。不同灵根有不同法门，将天地精华炼入经脉，这就是法。至于筑基之物，得看你的灵根，比如我是火木双灵根，就得备一样火属性一样木属性的宝物，必须把这些天地灵物炼化进体内，形成筑基台，灵根才能扎稳根基。要是光靠修为硬往上冲，10个里有9个要走火入魔，爆体而亡。我操！我一直以为只要修为够了就能自动筑基，如果我真的卡 bug 硬冲到炼气15层直接突破，我他妈当场就炸了！这逃课的代价也太大了。除了5行精华，最好再备1颗筑基丹，下品筑基丹把握多2、3成，中品把握多5、6成，上
上品最少8成，不仅药力纯净，冲完关经脉还能比之前坚韧3分，等于筑基的同时把底子又夯实了一遍。炼气10层就要准备5行精华，我他妈是武灵根得准备5种，而且还要筑基之法。看得出来最近很用功，筑气丹也能练出完美品质了。哪有，都是峰主教的好，弟子就是多练了几炉，一不小心就成了。戒骄戒躁，丹道一途才刚开始，莫要飘了。是，弟子记住了。这是2阶丹方，回去好好研究，尤其是青玉丹，着重看。是。怎么了？弟子这个芥子袋实在太难用了，上次被追杀，您给的玉符放在袋子里，没有灵力引导根本掏不出来，差点就交代了。峰主，您知不知道宗门里哪能买到一个念头就能取出东西的储物宝贝？贵一点也没关系，弟子最近攒了点灵石，应该够买。这小子的算盘打的，整个丹元峰都听见噼啪响了，跟我这儿哭穷要装备。多谢峰主，去吧。师兄，发布任务，送这10瓶丹药去顺河坊陈记玄铁楼，交给东家。白师弟，还是老规矩，要求筑基期才能接，酬劳100点贡献值。师弟，这活急吗？不急，明晚前送到就行。100点贡献值，可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不急我也能送。多谢师弟，合作愉快，我去到鱼谷。啊，白师弟，来，快进来。吕师兄，这是你定制筑气丹，桌上这几瓶是其他师兄的，还要辛苦你帮忙送一下。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这炼丹效率绝了，吕师兄。最近峰主给了我新任务，接下来我要全力研究2阶丹药。明白，你现在是主峰弟子，肯定要跟着峰主修行为主，我们都懂。还有，师兄对筑基之物了解吗？这些东西要去哪儿弄？你才炼气3层，现在准备是不是太早了？苏师姐不是闭关准备筑基了吗？我纯好奇。筑基之物是对应灵根的天材地宝，获取有3个路子：第一，宗门宝库阁用贡献点换，但贵且常断货；第二，自己去深山老林找，得看命；第三，去顺河坊的交易上拍卖，价钱比宗门还贵。交易行的东西靠谱吗？大铺子没问题，散摊子就悬了。你上次去百宝巷买功法，应该见识过散摊子的厉害了吧？是吧？98师弟，不提这个，咱们还是好朋友。和徐总根本就没有秘密，98师弟这种离谱的外号都传出去了。不过白师弟，你是武灵根，你要准备的天材地宝是别人的5倍，别人炼气8、9层才开始张罗，你现在开始留意，真不算早。赚钱速度还是不够啊，实在找不全5行精华，只能再去抱风阳大佬的大腿。反正他肯定不会放任不管的，现在先全力冲刺修为。日夜不辍，疯狂嗑药，可算把境界推到炼气8层了，太不容易了。隐藏一手，去聚丹阁找峰主学御剑术，顺便去任务堂看看我悬赏的5行精华有着落没。院门敞开，门牌上的名字也没了。苏师姐搬走了。林师姐，苏师姐不在这住了。白师弟，你闭关还不知道，苏师姐半个月前已经顺利筑基，搬去降元峰了。我先走了，任务堂还等着交差呢。半个月前就筑基了？我没记错的话，她闭关时最多才炼气11层吧？不等到13、14层就直接突破了，这么急吗？丹峰以前不是最悠闲吗？今天怎么像是在赶 KPI 一样？怎么没人？苏师姐，还没祝苏师姐成功筑基，恭喜师姐啊！我操，这眼神怎么像看渣男一样？苍天明鉴，我真没对他始乱终弃过啊！苏师姐，你这是怎么了？你到底还要什么时候才能筑基啊？啊！你能不能不要再压制修为了？快点筑基行不行啊？你赶紧的吧，我都要不行了！这些都师尊给我筑基剩下火属性精华和青灵草，现在都给你了，算我求你了，你可快点筑基吧！先是埋怨我一顿，然后塞给我一堆无价之宝求我筑基，这到底是什么剧情啊？白师弟，师尊正让我去找你呢，快进去吧。徐师兄，刚才苏师姐给了我一堆东西，还求我快点筑基，她怎么搞得像被人吸干了似的？这不会和筑基后才能知道的事有关吧？这基我还要不要筑了？徐师兄，我到筑基后不会没命吧？苏师姐那样子太吓人了。放心，不会没命，但你能否筑基，或许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死。进去吧，师尊在等你。影响别人的生死？我他妈就是个武灵根的废柴，什么时候成救世主了？峰主，苏师姐给了我这些，我怎么处置？给你就收着。这么多，这已经远远不止1份5行精华了。4灵根筑基要3份筑基之物，你是5灵根，消耗更大，最少要5份才稳妥。剩下的我会再想办法，争取在你筑基前凑齐。峰主，这御简是筑基之法，回去必须研究透彻。10瓶丹药，养神丹、冲脉丹、培元丹、筑气丹全有。
这段时间不要再浪费时间去炼制1阶丹药，我要你3个月内抵达炼气13层，全力冲击筑基。可是弟子现在修为太低，要到13层怕是还要很久。闭嘴，白晨！现在是举全宗之力在支持你，若是如此，你还不能3个月筑基，就未免太废物了。我有完美品质的筑基丹等你，不要再压着修为了。到了13层，立刻来找我，我亲自为你护法。他全看出来了，我用引元诀压修为的事儿，在他眼里根本就是透明的，明白吗？是，弟子明白。这把剑名凌云，速度比普通飞剑快1倍，这是御剑术。现在学，马上试。是。起！太快了，上车在哪儿啊？我操，我要摔死了！救命啊！我操，师傅就在旁边看着呢，还能真让我摔死不成？慌个屁呀！起！御剑术，太爽了！这就是老子自己飞的感觉。多谢峰主赐剑。3个月后，我要看到你达到炼气13层。回去吧。是。爬山半小时，御剑10秒钟，这才是修仙的正确打开方式啊！800点就换了这么一块泥巴，还是最低级的，还差4套5行精华，这得烧多少钱啊？白师兄，恭喜恭喜，都能御剑了！主峰的进境就是快啊！吕师兄别取笑我了，刚拿驾照飞得不稳呢。你们怎么来了？快请进。水属性筑基之物，玄水精粹，给你的，我们一起凑钱买的。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完美筑气丹在外面是有价无市的，我们资质一般，要不是你帮我们免费代练，我们现在还在原地踏步。这份情我们记一辈子。我们没大本事，只能先凑点钱给你买个水精华，而且我们散在各处做任务，消息最灵通。以后有5行精华的消息，我们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多谢诸位。谢什么？我们是同门啊。陈哥在吗？文轩，炼气6层了，进境很快嘛？哪里，比不及陈哥快。这小子还是那么爱凡尔赛。知道你在准备筑基之物，我们3个凑钱给你买的。我操，难怪我挂了那么久的任务没人接，感情全被你们这帮兄弟给截胡了。陈哥，我炼气5层了，方河也5层了，快夸我！是，你们都很厉害。这话听着真敷衍啊，是吧，98师兄？你们也拿这事笑我，还是不是兄弟了？陈哥，你们今天是约好了吗？怎么全赶一块儿了？陈哥之前一直闭关，我就在任务昙花贡献值发了个长期任务，让人盯着点你的院子。光幕一撤，我就用传讯符通知文轩兄他们了。花钱雇人当人形监控，还得是你有钱。那你怎么现在才来？我去取东西了啊！这是我爹在外面帮你买的水火木3份5行精华，还有提前给你5000块灵石分成。我爹说了，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他帮你寻。多谢各位兄弟。白兄，你这做甚？当初你那么帮我们，我们现在尽一份力，理所应当。你要真觉得我们吃亏，就赶紧筑基，以后咱们出去就说有筑基期的兄弟罩着，腰板又能硬3分。放心吧，很快就让你的腰硬得弯都弯不下来。本打算苟着偷偷升级，怎么2个月过去，凤阳大佬的态度来了180度大转弯，甚至下达了3个月必须筑基的死命令。我是全大陆公认的废柴武灵根啊！宗门举全宗之力支持我筑基，而且看苏师姐那被吸干的样子，这事绝不轻松。不对啊，就算看着我的炼丹天赋，可丹峰那么多金丹长老，轮得到我一个武灵根来挑大梁吗？管他为什么，我现在这修为，就算有阴谋也只能当炮灰，不如趁着有人砸资源，先把修为提上去。只有筑基，才有掀桌子的本钱。师兄，5行精华的消息有了吗？没有。师姐，你探到矿脉了吗？还没。我听说你们这儿有火晶，还有什么5行晶元，是真的吗？我这儿啊，别的不多，就是灵石多，只要你有，我就敢买，怎么样？靠，整整3天了，一直卡在炼气11层，这12层怎么就是破不上去？丹药管够，词条加持，一路从8层冲到11层，现在丹田满了，经脉都充盈的发长了。可冲脉丹也吃了，就是不突破，是因为我武灵根资质太差，上限就这么高了吗？不可能，风阳大佬让我3个月到13层，就证明肯定有办法上去。有师傅不找，自己瞎琢磨什么？卡了1天没过去，就该去找风阳了。不行，就把他的破线词条先复制过来，说不定就迎刃而解了。孙师弟，峰主可在？峰主正在炼丹，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白师兄先去耳室等吧。峰主脸色这么差，连一峰之主都被榨干了，宗门到底在谋划什么棘手的大事啊？坐吧。你炼气11层了？是，只是弟子到了11层，怎么都升不上去了，还请峰主解惑。运转引气诀，我看看。好，竟然到了如此境地，善，大善呐！难道宗门里都没人把这功法练到满级过？我本以为你会卡在炼气10层，等那瓶培元丹吃完，你来找我时，我再教你突破11层之法。没想到你的修炼天赋和炼丹天赋一样逆天，竟然自行突破。峰主的意思是我本该卡在炼气10层，是因为功法的关系。自然，凌霄峰剑诀锋锐，玄顶峰功法厚重，主峰弟子都有独属的功法用来突破瓶颈。可咱们丹元峰一脉和其他主峰都不一样，炼丹讲究中正平和，灵力一旦偏向某一种属性，就会影响丹药品质。所以我们丹元峰的弟子不能修那些有偏属的功法。我们没有其他主峰那样锋锐的突破方式，只能靠2样东西：服用丹药和灵力操控。可是弟子已经服用了冲脉丹，为什么还是卡在11层？冲脉丹只能助你突破10层之前的小瓶颈，10层之后需要的灵力成倍增长，它已经没用了。我本来是给你冲击10层用的，没想到你靠着何须引气诀自己越过去。你从入门到现在，是不是一次讲学堂都没去过？没去过。果然，这是常识。嘿嘿，弟子这不是有峰主您吗？您看，现在弟子不也知道了吗？也是你天赋发现的早，换做别人
有的你苦头吃，10层到11层，要么把功法练到炉火纯青之后的境界，要么靠极其昂贵的通玄丹配合固脉丹硬顶上去。现在你必须改变灵力的流转方式，将灵力从丹田引出，旋转着走，经气海、波密门、上大椎、回山中，每过一处窍穴，都绕一个小圈，一圈一圈，层层叠加。这个操作是要把灵力强行压实压缩。没错，现在你试试。好胀，就像有一根绳子在经脉里疯狂着绞着劲儿，给我压实。炼气12层成了，这是灵力操控之法。拿去查缺补漏，这些是培元丹，还有2个月，你修炼到14层再来找我筑基。14层？之前不是说13层吗？是，弟子告退。风阳大佬把要求提高到了14层，这说明在他眼里，我的潜力足以达到14层。如果我把引气诀再往上练练，突破登峰造极呢？如果我把5行亲和的词条全复制过来呢？实在不行，把风阳大佬的破线词条也复制了。我要15层完美筑基，卷死这帮天骄！3天，4颗和虚引气诀。给我破！我操，这基础功法练到顶级居然自带洗髓功能，唉，这和重塑根基有什么区别？继续练，炼气13层，不要停，继续。复制词条次数冷却完毕。怪不得说修仙无日月，这一晃又是1个月过去了，还差一条水属性亲和就5行俱全了。来聚丹阁一趟，这个时间找我。正好出门透透气，看看能不能顺便摸个水属性亲和。峰主，炼气14层了，刚突破，还没稳下来。1个月不见，从12层窜到14层，就算我给了极品丹药，这也太离谱了。罢了，不管他有什么秘密，能快速晋级都是好事。这是水属性精华，一看就不便宜啊。这是从断魂渊带回来的玄渊之精。林师兄回来了。这不就在那？林师兄，峰主。林师兄怎么伤成这样了？和一只金丹期的大妖缠斗，虽然击杀了对方，但拼得太狠了。和金丹大妖缠斗还杀了对方？难道他是为了给我送这瓶玄渊之精，才被妖族围追堵击伤成这样的吗？妖孽收死！我要不要告诉他，这小子受伤其实和他关系不大。这水之精华确实是派他护送的，但遇到大妖纯属偶遇。他本来能跑，非要上去越级单杀，罢了，就让他感动着吧。差不多吧。林师兄这人情，我记下了。峰主，林师兄现在是什么修为了？居然能斩杀金丹大妖？系统复制水灵亲和子。筑基后期，距离金丹仅1步之遥了。我记得他去断魂渊时才筑基中期，怎么长得如此之快？他去断魂渊镇守，见妖就杀，短短几个月，修为一路狂飙，就要结丹了。以杀养道，进境神速也自然，可他杀性这么重，迟早会出事。复制水灵亲和天赋成功，检测到宿主以及其金、木、水、火、土5种灵根亲和词条，词条融合中，恭喜宿主获得新词条5行亲和金。我操，5条蓝绿词条合成了金色词条，不用运功就能自动吸灵气，这简直是人形自走聚灵阵啊！你现在的5行精华已经全了吧？尽快回去炼化，然后来寻我为你护法筑基。峰主，弟子有感觉，可以突破到炼气15层。你确定？弟子有8成把握。好，我本来就给了你3个月时间，现在只过去2个月，你全力晋级。1个月后，无论你是否突破15层，都要开始筑基。是，5行亲和到底给不给力，就看这一下了。和虚引气诀开，这吸收速度太恐怖了。炼气15层到了，5行亲和配合顶级引气诀，这升级简直就像喝水一样简单。既然满级了，那就开始炼化精华，搭建筑基台。对啊，筑基之法杀说5灵根因为属性相克会有极大损耗，所以才准备5套精华。可我他妈一点损耗都没感觉到。我懂了，丹灵根不需要多余精华，是因为属性纯粹没有缝隙。这现在我虽然是5灵根，但我有金色的5行亲和，5行相生，我相当于是一个5行单灵根的缝合怪，根本没有损耗。我操，满了，经脉和丹田塞不下了，这多出来的3套半精华怎么办？筑基台的材料越多，以后的根基就越稳，管他那么多，给老子硬塞！我操，15层不是满级吗？怎么还有16层？不管了，丹田又空了，继续吸，拼了！啊，好疼！开始筑台，7层筑基台。你的筑基台怎么会这么大？你现在到底是炼气几层？弟子愚钝，还是14层？不，弟子突破了炼气15层。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想要隐藏自己，猜到你是过分谨慎。原来如此啊！峰主什么意思啊？以后无论谁问你是几层筑基，你都回答炼气14层。天才哪里都有，但天才中的怪物只会遭人记恨惦记，若被他人知晓，他们会想方设法把你抓去研究利用，甚至是毁掉你。你现在太弱，在你强大起来前，除非必要，绝对不要出宗门。英雄所见略同啊！我本来就打算在宗门狗大结局的，弟子明白。
还有，以后尽量躲着点青云宗的苏清舟，这人贪财好色，万一他看穿了你，把你的消息卖给心怀不轨之人，后果不堪设想。是，弟子一定躲得远远的。宁。白尘，收敛心神，守住丹田。系统提示：境界突破，筑基1层。弟子看到大陆周围布满空间裂缝，裂缝前人类妖族和各种怪物在厮杀，尸山血海，那些景象是现在正发生的吗？竟然看得如此清晰，普通修士筑基最多只是一阵心悸，不愧是武灵根啊！武灵根不是最废物的灵根吗？弟子不该看到这些吗？上古时期灵气充沛，灵物遍地，那时武灵根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12000年前，天地巨变，玄苍大陆的灵气不足上古的1%。在如今的条件下，武灵根需要的资源是别人的5倍。同样的资源，培养一个武灵根，足够培养5个丹灵根天才。所以，武灵根沦为了废柴，被宗门抛弃。弟子明白了，那峰主说的内忧外患是什么意思？现在你该改口称我为师尊了。师尊在上，受弟子一拜。连个敬茶仪式都没有，这么随便的吗？乖徒儿，免礼。咱们玄苍大陆就像一艘缓缓下沉的船，你看到的那些裂缝，连通了大陆外的其他世界。外域魔物涌入，吃灵脉，吃生灵，他们把大陆当成了粮仓和狩猎场。所以宗门里金丹期的师兄师姐，甚至连宗主也没露面，是因为他们全都守在裂缝前阻挡魔物。是。那师尊逼我3个月筑基，我需要做什么？难道是要我去填裂缝？苏师姐，师尊，身体如何？徒儿无碍。白尘，之前给你的2阶丹方研究的如何了？啊，星运丹可会炼制。回师尊，丹方背熟了，但一直没找到主材运灵花，所以从未炼过。今晚取一份材料给小师弟去试试。你可一定要成功啊！师姐放心。运灵花性极娇贵，火候稍有不慎就会毁掉药性，哪有这么粗暴直接扔的？别出声，看着。药性释放的时机，他居然抓得极其精准。我练了那么多炉，还有师尊手把手教，才勉强掌握的节奏。小师弟的天赋果然极强，要是能再强一些才好，这样我就能解脱了。嘿嘿，筑基了，有了神识外放就是爽，装逼如风，常伴无身。第一次炼2阶丹药就能成丹，而且还是6颗。白尘，你刚刚炼成这一炉，可有什么体悟？回师尊，弟子发觉凝丹时需要用灵力的柔劲拖住药液，不可强压，不可急催，要等它自行凝结，否则药力易散。不错，极其准确，你果然是丹道天纵奇才。师尊，材料。现在你按我说的做，等解毒草根融到7分时，就把清心草放进去。我操，听课也能长经验了！经验大条直接极其狂暴的跨越了一个小境界。师尊，您多说点，我爱听课。开。好啊！2阶中品丹药，峰内几位长老都不能保证次次出6颗，你第2次炼就能出8颗中品，好！峰主令，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丹元峰的峰主了。之后和你苏师姐配合，加紧炼制青运丹。啊，我当峰主？师尊您没开玩笑吧？我他妈才刚筑基啊！为师现在就要动身去天烈峡，那边煞气突然暴涨，急需破厄丹，但此丹只能现场利用煞气炼制。峰长老一人已无法支撑，我必须立刻动身。峰内的事你先管着，修炼不懂找大师兄唐云阶，炼丹找苏清婉，其他问题等为师回来再说。可是跑得真快。恭喜小师弟荣任峰主之位了。师姐，你怎么看起来还放松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青玉丹是送去断魂渊的，那边瘴气浓重，能损人心智。可最近天烈峡煞气加重，断魂渊的瘴气也跟着变异了。以前的青玉丹失效了，现在只有完美品质的青玉丹才能破障守心。可完美品质的丹药，之前只有师尊能炉出，前线根本供应不上。所以师姐你提前筑基也是被逼的？是，我也同你一样，被要求2个月内必须筑基。可我现在还没办法练出完美品质啊！师尊走的是不是太早了？不会，只要你能成丹，那有我在，你必然炉完美。难道他的药灵圣体还能给别人加 buff？ 这说不通啊！再练一炉就知道了。开始吧。别看我，看炉。哦，
操！药灵圣体原来是这个意思，怪不得它憔悴成这样，原来是天天在放血啊！哎呦我操，这他妈不就是个人形药材吗？这次票就是白给我，倒贴给我，我也绝对不敢要了啊！我只想狗命，不想当移动血包啊！成了！小师弟，哦不，封主大人果然天赋异禀，弟子佩服啊！哪里，师姐过奖了。师姐，拿这么多玉灵花出来做什么？我们一次性也练不完啊，这得有500-600朵了，不眠不休也得练13天，我会被榨干的。没说让你一次性练完，留几盒现在用，其他的以后都归你管了。这玉灵花看起来挺多的，之前我在外面悬赏，怎么1朵都没收到？你以为玉灵花很好弄到手？怎么说？俗话说3步之内必有解药。断魂渊的瘴气伤人神魂，能解瘴气的玉灵花偏偏就长在最凶险的地方。断魂渊深处的伏骨爪踏进去，半炷香就骨肉消融。如果是以前，再危险也能踩到。可是半年前，断魂渊瘴气爆发，导致通往玉灵花区域的所有路径被切断，如今那里已被妖族完全占领，这直接导致我们的供应链断裂。玉灵花现在成了顶级战略物资。现在嘛，以后玉灵花的分配和完美青云丹的炼制，就全交给你啦，封主师弟。师姐，师尊为什么不把封主之位交给你啊？论资历，封里那么多金丹长老，论入门先后还有那么多师兄师姐，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刚入金的新人啊！你觉得师尊是在胡来？师尊是深思熟虑过的。深思熟虑？你没开玩笑吧？白师弟，你入宗时间短，其实我们和虚宗选封主不看修为，只看能力。这两个有区别？当然有，修为决定你有多强的战力，那是冲在前面杀敌的将；而能力决定你能带同门走多远，那是运筹帷幄的帅。一封之主要做的是教好弟子，统筹封内事务，把资源用在刀刃上，为弟子争取更好的环境。我靠，这克拉不就是现代企业管理思维吗？和虚宗的体制也太超前了吧！可是师尊怎么就觉得我有这个管理能力呢？我只想慢慢苟着修炼啊！既然师尊之前一直把你当下一任封主培养，现在怎么突然又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我了？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因为你还没引气就能练出完美筑气丹，你在鱼谷不需要开口，那些弟子就愿意为你奔走。这种让人愿意信你、跟随你的魅力，比修为天赋都难得。至于能力，你刚才第1炉就能总结出要点，第2炉大幅提升品质，这证明你有带徒弟的能力，也更说明你比我更是封主这个位置。我怎么觉得师尊把封主丢给我，你好像更开心了？被你发现了，因为我们几个师兄弟全都志不在此。门内除了剑锋的天骄可以筑基去前线，其他人必须到金丹方可，而我们单修甚至要比其他锋更晚才能进入战场。因为单修战力弱。谁说单修战力弱？只是因为我们一出现就会被敌人优先盯上。单修单打独斗是不强，但我们炼出的丹药能扭转战局。就像这青运丹，没有它断魂渊早被攻破了。如果是你，你会优先杀谁？我们单修的伤亡率甚至比冲在前面的剑修还要高。寒战先杀奶妈，在修仙界当辅助，简直就是高危职业。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想早点结丹，早点去断魂渊支援同门，普通弟子结丹就能走。但如果当了封主，必须到元婴才能去前线，所以你当封主，把我们都解放了，甚好。好家伙，搞了半天你们是嫌封主的位子绑人，妨碍你们去前线送死啊！这锅甩得可真漂亮。师姐，你这放血让丹药变完美的操作，不会是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干吧？是啊，还好你承担稳定，跟你配合省血多了，不然和唐师兄他们配合，一炉最少要我5滴精血，有时候甚至要10滴。一炉10滴精血，怪不得你被吸成了这副纸片人的鬼样子啊！师姐，你这药灵圣体的作用要是传出去，就不怕被人抓走当成人形血包天天放血？为什么要怕？我现在又不出宗门，等我能出去时，肯定有自保之力啦。就这么相信宗门里没有坏人？如果想到那些死在前线的长老，想到为了徒弟倾囊相交的风阳，这里的确值得信任。师尊有和你说过离青云宗的苏清舟远些吗？有，师尊知道我能用血入药后，就严令我绝不能出现在苏清舟面前。明年大考，那个长着透视眼，只要给钱就卖情报的苏清舟一定会来。如果他敢看穿我的底牌，不管他是谁，必须弄死他。师姐，你这状态太差了，先休息下吧。我习惯了，不影响。这边多耽误一会儿，前线可能就会多牺牲1名同门。继续吧。再多的丹药也架不住这么放血啊！他都快燃尽了，我的完美熟练度快满了，快满了！呼，终于到了。师姐，这次你别动。你可以做到了。是。太好了，师姐，你不会真的燃尽了吧？吓死我了！原来只是睡着了。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好好睡一觉吧。以前1阶丹药我都能10份一起练，现在筑基了，练2阶丹药，如果也能一次多份，那不就起飞了？试试。我
操！神石像被2只手同时疯狂拉扯，整个石海都在颤抖，灵力消耗太快了。现在的经脉快的能跑马，这颗1阶中品丹药丢进去，想都不响一声，给老子拧！时间没省下来，命差点搭进去。看来2阶丹药对现在的我来说还是太勉强，乖乖一炉一炉练吧。复制词条次数冷却完毕。又是1个月过去了，睡得真香。他这药灵圣体虽然要命，但加快熟练度是真好用。以后高级丹药我万一卡壳了呢？只要我不在别人面前用，应该没事。嘿嘿，师姐，借你词条一用。你在干嘛？我操，还好摸的是肩膀，要不我他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95、4、3。师姐，你醒了真是太好了。你知道你睡了多久吗？我都担心死你了，还好你没事。停，别摇了，我头晕。复制成功。哦，睡了多久？6天。6天，完了，3天就要给宋长老他们送一次血，不然青云丹他们没办法。不用去了，你看，613朵玉灵花，我已经炼了500朵。宋长老来过了，我当着他的面炼了1炉完美青云丹，以后长老们都不用找你取血了。500朵运灵花，就算是我，最多也只能出3000颗丹药，你居然出了5000颗。师弟果然是最适合当封主的人，多谢封主。世界都要碎了，我上不了前线，练丹是应该的。师姐，你赶紧回去休养吧。完美青玉丹能抵御瘴气。如果我能把它攻到完美之上呢？是不是断魂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等下一批药材到了，继续攻。9天不间断高强度炼丹，差点累死老子。封主，孙师兄，封主，你可千万别这么叫，您叫我平川或者小孙都成，这师兄2字，弟子万万担不起啊！被人一口一个封主叫着，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这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阶级跨越感爽。那个平川啊，找我什么事儿？弟子已经帮封主整理好了启示，这边请。封主，就是这里了。前封主离开匆忙，弟子便收拾了另一间启示，您看可满意？我十分满意，多谢。连续9天炼丹，可累死我了。今天必须好好睡一觉。平川还有事儿没说。林师兄，笑不出来咱就别笑了，怪吓人的。打扰了白封主。叫什么白封主？叫我白师弟，故意生分是不是？快坐。白师弟，师兄伤势如何？你拿到玄水精华时还昏着，我也没来及谢你。执行宗门任务罢了，师弟不必放在心上。林师兄这么晚来，是想要果味辟谷丹？是，我需要在门内养伤并结丹，半年后结丹成功，便直接前往天烈峡，所以数量要的很大。天烈峡那可是元婴7期才能踏足的战场，不愧是金色词条的天骄，越级杀怪就是机操。师兄这次想要多少？10万颗。10万颗，对别人是天文数字，对我来说1天就能搞定。没问题，辛苦你了，我先转你10万点贡献值。林师兄，我先不要贡献值，到时交货你帮我做件事儿，行吗？什么事？现在还没想好，但我保证绝对不是让你去谋财害命。好，到时如果你没有想做的事，那就还是10万贡献体。成交。距离大考只有半年，我还在发愁怎么对付那个长着透视眼的苏清舟。我自己动手有风险，到时候让林烈帮我把苏清舟打晕带过来，我就能极其安全的摸走他的词条，完美。我在哪儿？哦，对，我现在是丹元峰的峰主了。峰主，你醒了吗？进来吧。峰主，这是今日需要处理的公务，弟子先给您放在这儿了。这么多啊！回峰主，这只是比较着急需要处理，还有一些不急的，弟子还没拿来，弟子先退下了。药田干旱请求调配水灵根弟子，裴元丹见底请求排班炼制。我刚接任封主就让我批这些破玩意儿，我一个炼丹的懂个锤子的管理啊！孙平川，封主您叫我。这几天这些卷宗都是谁批的？是宋长老帮忙处理的。我觉得他处理的极其完美，帮我把这些卷宗全部给宋长老送过去，顺便去各位长老那儿把运灵花都给我带回来。你就同他们说，本封主为了支援前线，要闭死关专心炼制青玉丹，封内这些琐碎的凡俗事务就全拜托给各位长老了。封主大意，弟子这就去办。馆里哪有炼丹香啊？封主，诸位封主和长老们前来恭贺您继任，已经在雅室候着了。好，我这就去。封主没有制服，爱穿啥穿啥，这衣服穿着舒服，就它了。恭喜白封主继任！谢谢，折煞晚辈了。白封主，你现在可是咱们何须宗最年轻的封主了。当日大考看你五色驳杂，还觉遗憾，哪成想你丹道天赋如此逆天。善，老夫早年炼制的寒蚕隐月袍，千年寒蚕丝，筑基后期全力一击，能挡3、5回，送你了。多谢莫封主。高级护身遁空符，极品灵剑，护身玉佩。清心诀，清心定神，有益炼丹。这是银月狼的软毛编织而成，可护手腕经脉。巨灵阵盘，防御道具这么多，看来我上次被追杀的事儿是真给大佬们留下心理阴影了。真羡慕风阳啊，
找到了能接班的弟子，自己拍拍屁股就跑天烈峡前线杀敌去了，哪像我封里那几个不成器的。没有，我也是被强行，哦不，临危受命。谁家弟子不是这样？让他们多管事就喊累，恨不得天天泡在术法阁不出来。弟子不争气，那就自己争气些，尽快突破元婴。突破了元婴，把封主令一丢，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咱们也去天烈峡杀个痛快。冯阳这是没开个好头啊，勾搭着你们都要撂挑子跑路。回去我也抓个弟子培养，等我突破元婴，我也撂挑子走人。一屋子的橙橙子子啊！我这下个月的 CD 到底要先和谁打好关系呢？太难选了。127岁才金丹5层，一身极品的炼器词条，唯一一个修行相关的居然是个灰色负面词条，真是把所有的技能点全点在打铁上了。怪不得玄顶峰对弟子的修炼抓得那么变态，感情是峰主自己修炼太费劲，全指望徒弟给他长脸呢。一堆橙色和紫色词条啊，等回去全记在小本本上。下个月的 CD 优先挑个橙色的复制。白晨现在是峰主了，以后怕是再也不会回咱们鱼谷了吧？你这话说的，白峰主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太忙了。以前还能到处吹牛，说鱼谷出的天才是咱们兄弟，现在我都不敢提这茬了。人家是筑基期的峰主，我才炼气4层，好意思叫人家兄弟吗？老吕，你消息最灵通，白峰主到底为啥突然就成了峰主啊？风阳峰主去哪儿了？这事儿涉及宗门最高机密，我总不能往巨丹阁里硬闯吧？反正肯定是有极其紧急的大事儿，不然白峰主不会8天了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吕师兄在吗？白师弟你来了！不，白峰主您来了！吕师兄，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么叫我，是和我生分了？那个，您现在是峰主了吗？峰主又怎么了？咱们以前怎么处，以后还怎么处？你入门比我早，叫你声师兄是应该的。你要是觉得不妥，我们互相称呼名字也行。别，您叫我名字行，我实在叫不出口，要不咱们就互相叫师兄，谁也不吃亏。行。白峰主好，见过白峰主。都是兄弟，不用这么正式。和吕师兄一样，互称师兄就是。我能顺利筑基，多亏了各位当初到处奔走，帮我打听5行精华的消息，这份情我一直记着。使不得，白师兄，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就是跑跑腿打听消息，哪值得你行这么大的礼？各位待白晨，白晨都铭记于心。全是完美筑气丹，一瓶10颗，这得有150克啊！白师兄，这太贵重了，我们可1分钱材料都没出啊！你们要是不收，那我是不是还得把你们之前给我买水属性精华的灵石还给你们？你们帮我跑前跑后是情分，我给你们的也是情分。怎么，只许你们帮我，不许我帮你们？你们要是不收，那以后我可没脸再来鱼谷见各位了。那我们就厚着脸皮收下了，白师兄大气，这就对了嘛！正好大家都在，今晚咱哥几个好好聚聚。这是清泉酿，善堂里50贡献值一坛的那个极品。我操，这酒我惦记好久了，一直没舍得换，50点啊！我做半个月任务都换不起，白师兄太豪横了。这第一碗酒敬各位，多亏哥几个奔走。还是那句话，咱们是兄弟，不分什么峰主不峰主，干！白师兄爽快，干！哎呀，坏了，光顾着喝酒，忘了让他去取回玉灵花了这件事了。抱歉，等久了吧？快进来。峰主言重了，弟子已将风物交托宋长老。另外，这是从3位长老处取回96朵玉灵花，请峰主查验。辛苦了，坐。这50颗完美筑气丹你拿去修炼，以后炼丹上有什么疑惑，随时来问我。我操！前任风阳峰主最大方的时候，一次也就赏我5颗，老板大气，老板万岁！谢峰主赏赐，弟子定当甘道徒弟。峰主，弟子还有一事禀报。峰主，按照规矩，峰主每个月必须亲自去讲学堂开1次课，明天就是您授课的日子，还请您莫要忘记。啊！让我去讲课？我他妈连课都没去上过一起，你让我去给人讲课，没搞错吧？平川啊，这个课可以不去上吗？历来也没有峰主不去上课的，这弟子也不知道行不行。知道了，你退下吧。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我连去讲什么都不知道，不行，我得先去讲学堂蹭一些课，看看别的长老是怎么糊弄啊，不是，是怎么讲课的。哟，峰主来了。哟，是啊，叨扰了。峰主是有事找老朽？那个，我是来听课的。峰主倒是好雅兴，请入座。我没看错吧？峰主来听课？4个月前大考，他还炼气2层呢，一眨眼人家筑基当峰主了，咱还在炼气期晃悠，这什么逆天巨魔啊！声音这么大，我他妈全听见了，闭嘴吧！查看属性，金丹7层的大佬竟然落得残疾，连本源词条都受损了，这就是前线的代价吗？肃静，开讲了。为什么我们丹修不能练有偏属的功法？因为炼丹讲究中正平和，火太旺丹枯，水太熟药散，所以这门最基础、最不偏不倚的和虚引气诀，才是我们丹修打根基的唯一选择。你们知道修行之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是灵根。
是道心。你们入我何须宗，可知我宗立宗之本是什么？承天命护苍茫，镇妖邪，又声名为正道之砥柱，守一方之太平。不错，但什么是护苍茫？是修炼有成，下山杀几个妖兽，那是给自己攒攻击，不是守护。真正的护苍茫是你明知前面是死路，还要往前走，是你明明可以躲，偏偏要站出来。你顶着何须宗的名字走出去，别人敬你3分，不是因为你会炼丹会打架，是因为何须宗这3个字是宗门无数代前辈用命填出来的名声。你们现在是守护者，将来要做护人者，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到时望尔等可以不愧为何须弟子，不愧为人族修士。他们不怕死吗？莫峰主、洛峰主，所有的长老都盼着去前线，和他们比起来，我那点想苟到大结局的心思实在是……我操！我一个两世为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苟活的穿越者，刚才居然被说的激情澎湃，恨不得现在就冲到前线去跟妖魔拼命。这韩长老的思想品德教育课也太成功了吧，差点被洗脑了！稳住，必须稳住！峰主还有别的事寻老朽吧？确有事请教韩长老。峰主无需多礼，请坐。老朽知无不言。长老慧眼，明日就是我授课的日子，我实在不知该讲些什么。峰主大可放心，讲什么全凭讲课人的想法，讲些修炼经验也可，不必非要讲丹方火候。平日也有筑基弟子来代课，随便讲讲就是了。多谢长老指点。还有一事，师尊离开匆忙，我又刚筑基，诸多修行常识还懵懵懂懂，请长老赐教。炼气期靠五感，筑基之后就要神识，炼丹可一扫便知火候。不知峰主如今神识可探查几许？我17层筑基，神识都能放30丈，装14层。那就往手里报。如今全力施为，大约可探出10丈开外。10丈？老夫当年筑基初期苦练了1个月，才堪堪摸到10丈门槛。峰主刚筑基不到10日便能做到，果真非同一般呢。完蛋，爆少了还是装到了？那应当如何修炼神识？我现在可以去藏经阁兑换功法吗？若是峰主都没资格，谁还有资格？您只管去便是。除此外，峰主可还有其他特权？每月可领2万点贡献值供奉，炼制额外丹药另算。2万！藏经阁6层级以下，峰主可随意出入，亲传弟子的功法任意选用。最重要的是，峰内所有资源的分配由峰主说了算。我操！2万底薪，藏经阁 VIP 中 P， 全峰资源调配权，这特么哪是打工人，这他妈就是直接把公司账户交给我了。凤阳大佬，您走得好啊！这峰主我当定了。我叫白晨，穿越修仙界不到1年，我就从一个全大陆公认的武林根废柴，直接靠着外挂当上了天下第一宗门何须宗千百年来最年轻的峰主。就在我志得意满的时候，这天夜晚，一个大我10岁的女峰主突然跑来了我的房间。白峰主，深夜叨扰，其实我有一事相请。峰主，真要这么发？是，麻烦尽快，我明日便要用。辰时3刻前必须送到讲学堂去。虽然不明白峰主在搞什么，但跑个腿就能赚100贡献，这活我接了。见过白峰主哟，不叫我98师弟了？弟子知错，求峰主责罚。吓唬你的，好好看门吧。连个蒲团都没有，真抠门啊！这里的御剑居然不能直接学会，差评。太虚心经扩大识海不行，九转神魂法增强攻击也不行，总觉得差点什么。玄阶功法怎么会放在第4层？就是它了，分念诀，将神识分成若干股，同时感知不同方向，练到炉火纯青，可分81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嘿嘿嘿，虽然没有攻击力，但这简直是多线程操作的神技啊！以后要是弄个分身的术法，我一个人就是一个流水线工厂。莫鹤年，橙色气心通明，紫色千锤百炼，他对我印象不错，而且陈金宝也在他那儿，借着看兄弟的名义去跟他套近乎，一举两得，完美。平川，白峰主叨扰了。云峰主客气了，快请进。听闻白峰主和烈风嗜月犬关系极好，世风对人的善恶感知极敏锐，他能如此喜欢白峰主，想必白峰主也是喜爱灵宠，且会对灵宠好的人。这是我归灵峰所出雪容兽，虽然只是灵品1阶，但灵性初开，且有聚集灵力的能力。峰主炼丹枯燥，有个小家伙陪着解闷也好。云峰主这是有事相求，想用一只幼兽来讨好我。哼，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喜欢这种毛茸茸的小玩意儿？哼。云峰主，如何契约啊？大男人确实不喜欢毛茸茸，但猛男喜欢。我是猛男。这是契约之法，你且看着。云峰主，这契约不对啊，我怎么感受不到那种对他生杀予夺的感觉？小说里不都是契约一签，灵兽就成了兵器傀儡，主人动动念头就能随意抹杀的吗？白峰主说的是那种主仆契约吧？我们归灵峰御兽从不用那种法子，我们讲究的是生命相依，修为互补。这种契约对双方都有益处，也是随时都能解除的。不过我交给你的只是最简单的心灵契约，你们心神相通，能感受对方的情绪，但不共享修为，你随时可以解约，不伤他分毫。随时能解约？那要是以后他开了灵智，甚至化形了，万一解约后被反咬一口，
被刺我怎么办？宗门成立至今，从未发生过被刺之事。解约无非是修为不配或性情不合，我们是生死相托的战友，亲密无间的朋友，绝不会发生被刺的事。云峰主这次大半夜过来，应该不是只为了再恭贺我一次吧？今天早上不是都送过礼了吗？怎么还特意跑一趟？我操！什么情况？大半夜的，一个30多岁的女峰主跑到一个19岁青年的房间里，突然脸红了。不是大姐，我也没做什么呀，这是在搞什么飞机？这要是让别人看到，我他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云峰主，您这是到底有何贵干？那个，听闻白峰主前些日子给世峰做了一款极其特殊味道的灵兽粮。哦，是有这事。云峰主问这个，是也想弄一些回去。我也有只烈风嗜月犬，它也喜欢那种味道。世峰吃的粮，勾搭的他们也跟着闹腾。我想请白峰主有空时多练这些。价钱随便开。云峰主，您就为这事特意大半夜跑一趟，还送我一只雪绒兽。行，我抽空多做些。世峰那份本来就要常做，顺带的事儿，零食就免了。您送我一只雪绒兽就够了。多谢白峰主，不过该怎么算还是要怎么算。回头我送零食过来，告辞。本来还想着莫鹤年最好套近乎，没想到云亨这边更容易，借着送狗粮的功夫教教他怎么做，这肢体接触1分钟不就顺理成章了吗？双线攻略，下个月看谁好感度高，就偷谁的词条。哼，都想来看我的热闹。也是，4个月前还是跟他们一起外门大考的吊车尾，突然就成了峰主来给他们讲课，换谁都得来瞅瞅这货能讲出什么花来。风灵儿又不在，这死丫头敢逃老子的课，回头找人把她揪出来，好好敲打教她。送进来吧。石锅？给我们石锅干什么？这材料看着像辟谷丹，可这丹方写的完全不是辟谷丹的炼制方法呀！品德教育，峰内长老天天给你们上，本峰主就不来那一套了。今日我们不讲理论，我们来实操。你们都用面前的石锅，根据给你们的丹方炼制一份辟谷丹给我看看。用石锅炼丹？丹药不得用丹炉才能炼吗？石锅怎么可能炼得出来啊？这根本不是辟谷丹的炼法呀！别废话，现在开始。给我熬！系统给出的丹方有极其详尽的秘鲁丹和怪味辟谷丹的傻瓜式炼制说明，我只要把你们培养成无情的流水线工人，以后龟灵峰的狗粮订单不就有人代工了吗？不是，平时在丹房咱都是用神石控火呀，这破石头锅连个导灵纹都没有，怎么操作啊？哎呀，忘记让你们先搭灶台了。长顺在外面给你们准备了石砖和柴火，去寻顺眼的石头进来搭个能烧火的炉子，1刻钟后我要看到你们把火烧起来。是。严格按照我给你们的丹方操作，不要慌张，也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开始熬。这到底是在炼丹还是在烧炭啊？水，快救火！满屋子最低都是炼气5层，一点凡火能烧死你们吗？继续熬。先煮米，丢山药，加竹叶。有清香味了，看起来很正常。我操！这他娘的也太臭了！不错，就是这股味儿。虽然都是绿色词条，但底子不错。等他们把这屎味辟谷丹炼熟了，以后龟灵峰的屎味狗粮订单就全外包给他们了。嘿嘿嘿嘿，我他妈真是个商业天才。这点味道就受不了了啊！我们是单修，以后要跟各种药材打一辈子交道，有的药材比这还臭10倍。有的光是打开盒子就能让你吐出3天前的饭，那你们怎么办？捂着鼻子跑吗？还是干脆不练了？单修炼丹，凭的是手，是眼，是心，绝不是鼻子。味道再冲，该看火候得看，该凝丹的时候手绝不能抖。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还能指望你们炼制高阶丹药？峰主，弟子知错。我操！谁把茅房搬讲学堂里去了？讲学堂今天讲的是怎么熬那个啥吗？快找人来管管啊！白晨在那儿讲课，能出什么大乱子，非要我来管？我操！什么鬼味道？这点味道都受不了，还炼什么丹？原来如此，白峰主这是用心良苦啊！高阶药材伏骨花开花时，臭气能飘10里。如果连这点味道都受不了，以后如何炼制高阶丹药？这是在极其严苛的磨砺他们的心性啊！宋长老，您怎么过来了？这可是替我打工的恩人啊，必须哄好。峰主，您用心良苦，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都抬起头来！峰主刚刚说的没错，你们若是连这点味道都无法忍受，
日后如何忍受更刺激的药材。你们可知这是什么？这是风主自行研制出的灵兽辟谷丹，专为灵犬研发。风主毫无保留的拿出来让你们学习，这是在极其用心的教导你们，你们须得认真学，莫要辜负了风主的一片苦心。弟子定不负风主苦心。我操，倒也不用如此拔高，我他妈就是想找几个不用开工资的人帮我熬药而已啊，这夸得我受之有愧啊。风主老朽知您是想磨练他们的意志，但下次咱换个地方行吗？这讲学堂离善堂实在是有些近。那就去龟灵峰吧，反正熬出来的东西也要给他们的灵犬吃。也好，也好。下课吧。程怀、王然、郑安、赵元，你们留下。峰主，弟子虽没炼出丹，但弟子是丹火灵根，为何不留下我？你不行，你虽然是丹火灵根，但没有丹道天赋。你熬第一锅时，我注意到了，你对药性毫无感觉，不知何时该做下一步。别人没熬成，都糊成了黑炭，但你却能在极其危险的一瞬间控制火势，保住药材不焦，这证明你掌控灵力的能力极强。你不适合炼丹，但你若去了灵转峰画符，或者天眼峰修术法，必定大有前途。我个人更建议你去灵转峰。弟子愚钝，多谢峰主指点迷津。一眼看穿弟子天赋，这简直是苏青州在世啊！咱们和煦宗也有自己的鉴定大师了。峰主留下这4人是要收入门下？不是，云峰主有大量灵兽粮订单，我没空，找他们测试一下代工。峰主这是宋长老代为管理风物的薪资，以后还要有劳宋长老多多费心啦。你们4个跟我回聚丹阁。这对吗？峰主选中我们，不应该是跟着他修行吗？怎么把我们打发到龟灵峰来熬辟谷丹了？或许这就是我们的修行和机缘。谁说不是呢？你们想想，峰主可是答应了的，等咱们筑基的时候，一人给1颗筑基丹。对，峰主亲手炼的筑基丹，最少也得是中品吧？就咱们峰主那本事，上品也不是没可能。不仅如此，峰主还额外给了我们每人1000点贡献值，这么大一笔钱，足够我们兑换一份5行精华了。峰主如此厚待，而且这是帮龟灵峰的同门炼制兽粮，也是同门之谊，我们理应好好干。那就开干！不对啊，怎么了？峰主和宋长老都说，现在熬辟谷丹是在锻炼我们的意志，是为了将来炼制气味更大的高阶丹药做准备。可是等我们能接触到高阶药材的时候，最少也是筑基期了吧？筑基期闭气1个时辰轻轻松松啊，味道再大也闻不到啊，那还锻炼什么意志啊？好像是这么个理儿。嘿嘿，被你们发现了。我操，他们这是想吃这玩意儿？保护丹药，别被抢了！要是被抢了，我们还得重新熬啊！都给我坐好！等等，这话好像不是对我们说的。你们这些小东西，把客人都吓着了。见过云峰主。龟灵峰这边，多谢几位能来帮忙，辛苦你们了。当不得，峰主折煞我们了，这都是应当做的。这是丹峰对龟灵峰的情谊，云某记在心中了。这是青灵雕的飞羽，带着能略微提升身法速度。多谢云峰主！一峰之主居然对我们这些外门打工人这么和善，还送礼，太感动了！兄弟们，一峰之主如此待我们，我们定然要竭尽全力，确保灵兽粮保质保量完成。修仙界职场定律，只要甲方给的钱多，态度好，即使熬香都能给你熬出花出来。心疼死我了！是我不好，回来晚了，以后不让你自己待着了，我走哪儿都带着你，好不好？行啊，这就开始蹬鼻子上脸了。行，那你就趴好了，别掉下来。五行亲和加出神入化引气诀加小团子自带的聚灵阵，这修炼速度简直就像开了加速器。4天，这就筑基2层了，这速度说出去绝对骇人听闻。峰主，断魂渊送的运灵花到了，人在雅室候着。终于来了，一路辛苦，有劳师兄。凌霄峰弟子叶寒章奉命护送运灵花归来，见过白峰主。他就是叶寒章，那个差点毁了林烈道心，逼得林烈自暴自弃的绝世天才，果然是能让林烈吃大亏的天骄。这词条太豪华了，可惜现在不是摸词条的时候。叶师兄，断魂渊那边现在情况如何？不是很好。半年前，断魂渊身处瘴气大规模爆发，普通的青玉丹完全失效。前线的兄弟们处境很是艰难，你们辛苦了。叶师兄可要留下休整几日，我取了丹药便即刻出发，其他师兄弟还在等着。这里是864朵运灵花。这里是7200枚完美清运丹，一路保重，多谢白峰主。小团子，干活了！前线的兄弟们还在等米下锅，这回咱们把产能拉满。后来的药灵圣体还没用过，今天就试试完美之上到底是个什么级别。去，心跳慢了半拍，有点像通宵打了夜游戏后的虚弱感，不算强，还能接受。原来如此，药灵圣体只能强行把品质拔高到完美，不能再向上，而且用血炼，经验只涨3点。想要冲到下一级，
只能靠次数死。才放了1滴血就虚了，师姐之前可是每3天放1整瓶血啊，怪不得她被抽干了。拼了，必须尽快把经验堆上去，看看上面到底还有没有能破局的新等级。干！哟，这不是咱们的丹元峰峰主哦，不对，是前峰主吗？这才接手几个月呀，就能来天猎峡了，可真是好生让人羡慕啊！那你倒是别受伤，别让我过来。半年前大考，风正清刚突破元婴，风阳接招，这峰主老子不干啦！极其不要脸的，把令牌丢给风阳，转身就跑。风阳，听说你把风主令交给了一个新入门的弟子，那断魂渊的清运丹供应怎么办？他刚筑基便可炼出完美清运丹，是名难得的炼丹奇才。既然有人顶班，那你为何还比预计晚来了半个月？等白尘筑基啊，不然还能如何？总不能像你似的丢下风主令就跑吧？当年我接手峰主之位，足足熬了10年才脱身，你倒好，这才几个月呀！没办法，我运气比你好。西侧裂隙第7段已清理干净，一魔退回深处，可以过去布阵炼制破厄丹了。成了，终于破局了！系统，给我看它详细注释。破障手心解毒，心魔难侵，外魔难入，能彻底拔出体内陈年旧毒。唉，附加效果居然只有1个月的时效啊！我还以为极境能一次性根除断魂渊的瘴气呢，还是期待太高了。我没事，不用担心。多亏了你这5%的聚灵效果，帮我省了不少回灵丹啊。云纹，风阳师尊也能炼出带云纹的辟谷丹，说明他的水平也到了极境。他唯一的炼丹词条是蓝色的火候3昧，难道是那个紫色的破线词条帮他突破的品质上限？暂时不想这些，既然有提升，说不定到了下一阶段还能加强。继续。峰主，可以进来吗？师姐怎么过来了？你还问我怎么过来？我来拿玉灵花啊！说好我们俩一起炼丹，结果运灵花到了，你就抠抠搜搜的只给我100朵，我全炼完了，剩下的赶紧拿来。哎呀，我不是对你发脾气哦，乖。怎么感觉我的脑袋也一起被拍了？来，团子，看姐姐给你带什么？不是师姐，我到底哪里惹到你了？就因为不给你运灵花？不至于吧？早知道当峰主就能得一只雪容兽，这峰主之位，我说什么也得要来。啊，就因为这你才看我不顺眼？我现在就可以把峰主之位给你啊！现在给我有什么用？你有本事让原峰主也给我一只雪容兽啊！我马上就接任峰主。你是不知道雪容兽有多受欢迎，龟灵峰的雪容兽本来就不多，还极其不愿意生宝宝，好不容易生一窝，龟灵峰内部就抢破头了，哪里轮得到别的峰？你这只肯定是云峰主特意给你留的，换个人去要，你看他给不给？赶紧把运灵花给我，我还得回去继续练呢。每次就给100朵，我跑来跑去很浪费时间。好，师姐，我正说要和你说这事儿呢。云纹，你练清运丹才几天啊，这就出云纹了？那个师姐，你别这么看我，你不会是因为云纹丹药加上雪容兽的新仇旧恨，想跟我算账吧？这里有12枚，意思是你不光能出云纹，连出丹数量都增加了，稳定吗？正要是，还不知道是不是暴击呢。控温控火，多一息则过，少一息则缺。小师弟果然是天纵奇才。师弟越强，丹元峰越强，宗门越强，这云纹清运丹效果绝对远超完美级，说不定能直接扭转战局，天大的好事！师姐，我现在可以炼制极境清玉丹了，以后你只管安心休养便是。顶着个小团子还一本正经的说话，傻兮兮的。白峰主怎么有空来凌霄峰？快坐。萧峰主，您看下这个，你竟炼出了云纹的清运丹，如如此。是。我推测药效最少能坚持10天，但需要有人尽快送去断魂渊实地测试。萧峰主可有合适人选推荐？凌霄峰正好有个合适的人选，秦观澜秦长老，金丹4层，剑法或许不是最强的，但论速度，他若认第2，宗门没人敢认第1。他现在在何处？这居所和对联，好浓烈的文人墨客风流气。这位秦观澜长老是个有故事的人啊。白峰主莫怪，这位秦长老是近30岁才入的宗门啊。30岁才开始修行？是，秦长老曾入了安肃国朝堂。他因见不得百姓苦，连上3道折弹劾皇亲，却被3度明升暗贬。最后他索性辞官云游，恰巧遇到宗门招徒大典，便凑了个热闹。结果测出丹水灵根，修了20年，就到了金丹4层，这天赋绝了。可他人呢？在的，随我来。醉里不知天地窄，醒来方觉云海宽。欲见直上9万里，回首人间不相关。秦长老，峰主来了哟，白峰主也到了。
可是来寻秦某饮酒的。秦长老，事关断魂渊，这是白风主刚炼制的云纹青云丹，需要尽快送去断魂渊测试效果。我向他推荐了你。2日内，秦某定将丹药送到断魂渊。御剑乘风去，九虚山峦清，醉览风云胆气横，鬓边飞雪且长歌，奈吾何？我操，这速度绝了！还好老子反应快，在他起飞前的一瞬间锁定了他的属性。吟个诗还要用扩音术，非让全宗门都知道你会作诗啊？怎么了？没什么，白风主难得来一趟，不如去我那边喝杯茶。不了，我还得去寻个人，告辞。47、48，周史啊，陈哥，你怎么来了？上次去鱼谷你不在，这是给你的完美助气丹。谢谢陈哥。行啊，炼气6层了，快能御剑了。那还不是多亏了陈哥的丹药，也是你自己努力。风灵儿，他怎么会在凌霄峰，还穿着剑修的衣服？陈哥怎么了？那人怎么回事？嗨，你说他呀，你这什么反应？要说也挺奇怪的，我记得大考时他还是你们丹元峰的人啊，怎么我来剑锋打杂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怪不得在丹峰一直没见过他，原来早转系了。他这人独来独往，在凌霄峰连个朋友都没有，不仅孤傲，而且他在剑道上毫无天赋。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连任务堂的师兄都说他的剑道悟性远远比不上我。那是你确实有天赋，所以他现在在凌霄峰过得很惨。那倒没有，他天赋差，但人特别拼命，天不亮就练剑，风雨无阻。前几天他刚筑基，直接被冷长老收成亲传了。冷长老，你认识风灵儿？怎么这么关心他？知道我师尊是谁吗？风阳，全宗门都知道啊。风灵儿是我师尊的亲侄女。啊，那我刚才在背后疯狂嘲笑人家侄女，会不会被穿小鞋啊？他明明一身炼丹的极品火灵根，跑来练什么剑啊？脑袋被门挤了吗？我操，什么玩意儿？给你介绍下，我的灵宠雪容兽，可爱吧？原来是灵宠，我还寻思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骚包，顶了个雪貂毛发冠就出门了呢。你嘀咕什么呢？没，我说他好可爱。再往前御剑半个时辰，就能到宗门驻地了，大家打起精神。何须宗的崽子们，能死在我三尊手里，是你们的福气。哼，你们何须宗真会玩，但这又怎样？最近的驻地在白猿港，金丹修士全速赶来，最快也要1刻钟，而这1刻钟，你们早就成渣了。叶师兄，你身上有遁空符，快走，别管我们，只要你冲出去，就能保住青玉丹。放心，我们可以。来呀！元婴建议，谁知他手里还有没有第二枚？不可轻举妄动，要屠杀了他！离霄剑阵，起！王师弟左肩受伤，退后3步，变阵9宫连环。陈师弟补位，刘师弟进阵疗伤，李师弟顶上，变阵游龙不去。何须宗的援军怕是快来了，再拖下去，我们全族都要受罚，必须速战速决。你皮糙肉厚，哪怕他还有元婴的剑符，也只能重伤你。去扛一波！好，我来破阵。起阵，硬扛！还没完呢！叶师兄小心！让我逼出剑斩，殊不知我也想将你们聚在一起。我还有最后一招，用出之后怕是无力再战了。既然如此，就让我尽可能的为师弟们扫清障碍吧。想夹击，做梦！这个人族比我们低了一个大境界，竟然能伤到我们，还久攻不死，如此难缠。位置刚刚好，师弟们，接下来交给你们了。不对，快散开！这具身体里酝养了23年的先天剑心，被他一次性全部点燃，化作最恳切、最致命的剑芒。怎么可能？叶师兄，你的修为
你的修为都散光了。放心，我没事。金丹大妖已死，剩下的妖族，你们可以撑住的。师兄，我们绝不让你白白牺牲！杀！他废了，杀不了我们了，杀了他们，为妖将们报仇。一剑光寒赤杀妖，满山魑魅尽折腰。是人族大能，不可力敌。好，是秦长老。秦长老来了！酒浇快垒肝肠热，血染青袍气未消。最后不知星斗流，醒来犹抱月轮游。斩罢妖炉向碧秋，青崖深处种松丘。舒坦！秦长老，你快看看叶师兄吧。伤的是重了些，修为也都散尽了，但还好。放心吧，灵根和经脉都在，只是先天剑心碎了，碎了就碎了。2条腿的人满大街都是，有几个是带着剑心出生的，从头再来的便是。弟子明白，多谢秦长老。谢什么？回去记得把酒钱给我补上就行。这酒加了好多好东西，挺贵的。遵令。对了，秦长老怎么过来？跑个腿儿，给断魂渊送清运丹。清运丹，白风主刚才已经交给我7200枚了。哦，我这批不一样，这是白风主昨日新炼制的云纹清运丹，应当比你手里的完美级效果更好，需要尽快送去断魂渊测试。完美级只能保证我们在瘴气中坚持1天，导致我们必须每日换防。如果云纹丹能延长哪怕1天时间，只要能多坚持1天，我们就可以连续作战2日。那些困在深处来不及撤出的同门，就能多一分活下来的希望。接应的来了，我先走一步。白风主，你这云纹青玉丹可一定要起大用才行啊！战报都看了吧？渊北丢失3处据点，渊南虽守住了，但折损了27名筑基和2位金丹，妖族的攻势越来越猛了。要是他们能在瘴气中自如来去，而我们呢，1天就得退避，返回得防追杀，这口气实在咽不下。杨监察，我们还有多少青玉丹？3200枚，各宗门每日当值600余人，撑不过5天。那主材玉灵花呢？还采到多少？127朵，边缘早采光了，深处瘴气浓度是外面的3倍，完美青玉丹也只能撑1日。前天我们去了8个人，回来3个，带回来的不过10余朵。那咱们就这么耗着，等玉灵花彻底断供，全军覆没吗？咱们各宗的丹修都在拼命，但我青云宗每个月拼死也就出几百枚，根本顶不上消耗。也就你们和虚宗的风阳峰主一个人顶得上我们半个宗门的产量。还好有你们和虚宗撑着，不然这仗根本没法打。各位都在呢。秦长老，这还没到你轮换坐镇的时候啊！而且青玉丹不是叶寒章送的，叶寒章带的那份也在我这儿，但我送的这个不一样，你们找人去试试效果。云纹，这是比完美级更高一层的云纹丹，风阳的炼丹术又精进了。你们尽快找人试试看，能在瘴气里撑多久，我这就回去了。秦长老留步，可否等3天再走？您速度快，我们只需测试这云纹丹能否让修士在瘴气中撑足3日不撤，只要能挺住3日，断魂渊的局势便将彻底翻盘。到时我们将断魂渊所有运灵花集中起来，由您带回。可。终于把所有运灵花全炼完了。等等，这都过去7天了，秦观澜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事了吧？峰主，秦长老来了，正在雅室等您。他可曾受伤？没有啊，看着挺好的，甚至感觉容光焕发呢。还真是一滴都没了啊！白峰主来了，秦长老辛苦。这一去时日有些长，可是出了异常。没有，物资监察杨元请我稍等3天看看效果，我就多待了3日。既是看效果，怎么不多留几日？3日太短了，3日足矣。断魂渊瘴气爆发，人族修士作战1刃必须撤出，否则真元溃散。而妖族免疫瘴气，一方只能坚持1天，一方不受影响，这仗根本没法打。但只要能坚持3日，就会给人族反攻的机会，战局就能扭转。杨元确定药效超过3天后，立刻联合驻守的所有宗门，把他们几家的运灵花全要了来，一共367朵，集合了所有宗门的存货，才300多朵。看来采摘的难度越来越大，前线实在是等不起了。白峰主，一切便拜托你了。秦长老放心，必不负所托。这里是1800颗极境青玉丹，先交给秦长老，等我把这300多朵炼完，再一起送去断魂渊。你说多少？1800颗。好啊！风阳果然没有卷错人，你来继任丹元峰峰主，当之无愧。有件事，秦某要跟白峰主说下。凌霄峰的叶寒商他们护送青运丹，途中遭遇妖族伏击，3名金丹大妖和30名筑基妖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进行了极其精准的围剿。怎么会这样？他们人如何了？其他人受了伤，但叶寒章剑心碎裂，修为尽失。修为尽失？剑心碎了，重修便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妖族能精准埋伏，背后定有内鬼泄密。我相信宗门不会背叛同门，但断魂渊驻守的
并不止我们何须宗一家。几百年来，妖族首要击杀目标就是丹修，许多丹道天才还没成长起来就被狙杀了。白风主，多加小心。我操！这修仙界还有谍战戏码，一旦断魂元反攻，不能炼制极境丹药的事儿根本瞒不住。秦长老放心，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出宗门半步，我就不信还有妖族敢杀到何须宗大本营里来。葫芦已空，性未休，一身肝胆向黄秋，此去冤神3万里，斩尽妖魔是掉头。秦长老还真是，算了不说了，老子回去干活了。我操！就算有一身词条和小团子加成，这么连续炼丹也实在熬不住了。还好只有367朵晕灵花，不然我特妈要成为修仙界第一个炼丹猝死的封主了。白封主，丹药都炼完了，全在里面了，一共4404颗。多少？你一炉出几颗？12颗。炉都能出12颗。白封主，你可真是个宝贝！秦某先走一步。第一批服用云纹青玉丹的修士已经在毒帐中连续待了半个月，至今无人被侵蚀。半个月的时间足够咱们绕过正面，直插妖族后方，端掉他们的据点。若风阳能炼制出300颗云纹青玉丹，咱们就能组织300名金丹突袭队，直捣黄龙。能炼出这么多吗？秦长老带回来了多少？走。全部都是云纹，这里得有多少啊？不多，6204颗。这些可让400名金丹在深渊里待上大半年，足够把那些妖小子的老巢全给掀翻了。传令各宗，3日后尹时正集结于渊南第17据点，直插妖族老巢。苍蟒洲是我人族的苍蟒洲，让他们滚回裂缝里去。我说莫旭，你天天鼓捣你这破铁疙瘩，就不能抽空练点正经法宝？看看老子练的2阶护腕，能挡金丹后期全力一击，准3阶内甲。刻了7层防御灵纹，玄铁重盾用了17种矿石练了3个月，正面硬扛妖将全力一击，连个印子都不留，这他妈才叫练气！你再看看你，我们组队这么久，老子靠杀敌都做2套零件了，你所有贡献点全砸这铁疙瘩上了，关键他战力也不行啊，打个金丹初期妖将都打不死，太废了。你懂什么？他厉害着呢。厉害个屁！探路不如闭着眼的无语，打架比不上好人。每次遇到妖族，都是老子扛着盾在前面挨揍，他就跟个木桩子一样，人家打他才还手。那是我们没遇到生死大劫，无需他出手。我操！你这意思是，还得我们死1、2个才算经历大劫了呗？别瞎说，好好的死什么死？莫须师兄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对吧？就是这个意思。老孟，你评评理，他那铁疙瘩到底有用没用？没有用上是好事，这证明我们很强嘛。行，他那铁疙瘩厉害，厉害的能当传家宝，还能娶媳妇生娃呢。走。奉苍蟒盟约令，今夜执行渊南作战任务。领取丹药后，出发渊南第17驻点就职。发丹药！怎么可能？只有1颗。每次去断魂渊执行任务，青运丹至少也得发2颗，去时1颗，备用1颗。这次宗门到底是想让我们去干什么？青运丹只能给1颗。我听说玄水宫的采集队去了16人，只回来7个，则在伏谷找了，被妖族拖住了，带的青运丹耗尽，撤完了。哈哈，看来这一趟是有去无回了。也好，老夫在这儿驻守了10年，早就受够了这鸟气。我辈修士生于苍茫，长于苍茫，如今异族骑到家门口来抢资源杀族人，是时候让他们付出代价了。1日之内，我必杀够本。老子活了220岁，够本了。今日若能死在渊里，拉上几个妖将垫背，也算死得其所。我操，这青玉丹是云纹的。这不是普通的完美级啊！1颗云纹最少能坚持2天吧？诸位，这是极境青运丹，最少可在瘴气中来去自如15日。15日？那这根本就不是敢死队，而是绝地反攻啊！这肯定是何须宗风阳峰主练的。管他是谁练的，不知道是谁才是对这名绝世天才最好的保护。时辰到，出发！老孟，啥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去黑风口，每天有3到5支妖族运输队经过那里送物资。我们的任务是截断这条线。走。1支运输队正往外走，押送的有4头金丹妖将，20多个筑基妖族。4头妖将，咱们5个打4只，怕什么？咱们不还比他们多1个人吗？对了，好人，你今天感觉运气怎么样？不错，有咱们的经理发话，那就妥了。无虞，报出他们的具体位置，准备动手。运输队距离出口300丈。打头的是熊妖，中间2头狼妖，最后压阵的气息极其微弱，只有停下时才能捕捉到一丝隐匿型妖将。吴成刚，顶在前面，注意别被绕后。交给我。你们1人牵制1头狼妖，别硬拼，拖住。
我尽量。莫旭，我们配合清剿妖族，顺便把那头隐匿的妖将找出来。动手！是人族的雷法修，先杀他！想杀老孟，先过了你吴爷爷这关。这人类好大的力气！来呀！人族派这么弱的金丹来偷袭，你们完了，死吧！我操！救命！救命啊！你这运气绝了！完了，这回真要交代在这儿了。这铁疙瘩竟然纹丝不动，什么鬼东西？来，老布，你能行吗？闭嘴，干你的活。不。找了半天，原来你躲在这儿。金雷是。你竟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真身！和老子拼猛，你拼得过吗？死！老莫，你这机甲这么牛逼，之前干嘛不用？用一次重新钻可灵纹和填充材料，要5万点贡献值，你付钱，我就次用。那还是算了吧。好人回去多做点好事。刚才4个残影，我能极其精准地蒙中对方真身和罩门，绝对是你的功劳。我也觉得是。继续潜伏。禀将军，渊南据点全失，人族这次出动了至少400金丹，1000名筑基，他们以前撑到日落必然撤走。可这次他们一直死战不退，我军死伤惨重，妖将陨落7尊，金丹大妖100余位，妖族不计其数。好，人族好得很。将军，人族能死战不退，说明他们炼制出了比完美品质更强的青玉丹。人族中怕也只有风阳能炼出这种神丹了。汉子来报，风阳正在天烈峡炼制破厄丹，已有1月之久。他根本不在何须宗。那是哪个宗门又出了一个极其变态的丹修？尽快去查，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丹修给我找出来，杀了他！吞天的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大战的局势就已经不受控制了。短短10天，从渊南到渊北，曾经在瘴气中来去自如的妖族，时隔半年，终于又尝到了被人族追着杀的滋味。你们以为赢了？别忘了，天烈峡、无定渊、苍茫海，每一处裂隙后面都是虎视眈眈想要吞掉你们的家伙。他们有些比我们更强更凶，你们这个破阵不过是在负隅顽抗。你们很清楚，这个世界快完了，你们连飞升的渠道都没有了，还在顽抗什么？不如投入我们妖族的阵营，我们不仅既往不咎，还会给你们资源助你们飞升，好好考虑考虑吧。信他的鬼话！要是我们这不好，他们还来抢什么？就是，分明是在瓦解我们的斗志。只要他敢来，我们就再给他打回去，来多少杀多少。老夫代苍茫州，代玄苍大陆，谢过诸位。我辈修士生于苍茫，为天下苍生，再战无憾。诸位，这段时间辛苦了，下次换房咱们还在这儿见。好，下次还一起。走了，赶紧回去看看门里那些皮猴子老实修炼没？下次换房见。保重。大陆分崩离析，一族虎视眈眈，在这种环境下，修为帝和待宰羔羊有什么区别？老子不想当羔羊，就必须尽快成为能宰羊的人。修炼，筑基4层，成了！我操！昨天复制 CD 就冷却完毕了。修炼太专注，我竟然忘了摸词条了。目前遇到最好就是温若恒的橙色守护剑心，可惜这大佬太难摸了。等等，我已经是单元峰峰主了，去视察一下其他峰主，摸一摸他们的词条不过分吧？峰主，断魂渊大捷，妖族已被赶回裂隙，战事暂时平稳了。太好了，撤回来的弟子情况如何？共撤回17人，均有轻重伤，丹库已经在分发疗伤药了。辛苦宋长老了。对了，撤回的弟子里有叶寒章吗？他半月前就跟着秦长老回来了，不在这批。还有一事需要恭喜峰主。恭喜我？什么事？再有3个月就是招徒大典，今年轮到咱们丹元峰和龟灵峰共同主持，峰主届时可以当场先一步择徒，岂不是喜事？这不就是要我去当牛马加班吗？算哪门子喜事啊？不过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群新人里摸词条，这也算利大于弊了。哦，对了，还有一事。
筑基丹告急了，各封地筑基和外门大考的奖励都要从咱们丹房出，库里的存货撑不到2个月了，还得劳烦封主抓紧时间炼一批出来。宋长老，你这是把我当炼丹机器用了？合着我们丹峰的峰主一天天的就光搁这儿炼丹了？吕也没有这么干的。辛苦封主了，老夫确实能炼制，只是老夫要代管风物，实在有心无力啊。那韩长老呢？老夫代管风物，讲学堂的事交给韩长老了。那常长老呢？老夫代管风物，灵田那边还需要他分心管理。行呗，合着就是因为我把所有风物都甩给你们了，所以这脏活累活全落我头上了是吧？我晓得了。封主不必发愁，我们也能炼筑基丹，但最好也只是中品。此前上品或完美筑基丹都出自前封主封阳之手，现在是这类高品质丹药库存告急，才劳烦您的。哦，只要中品以上的，早说嘛！韩几滴血的事儿，简单。封主，我先告辞。叶寒章虽然剑心碎了，但还有紫色的剑意通明，剑修攻防兼备，先去把他词条复制了。白封主，您找叶师兄，他这几天天天往林师兄那边跑，这会儿应该也在那边。林师兄，你是说林烈？是。叶寒章曾经差点把林烈给废了，林烈因为他才自暴自弃去了灵之源，这俩人可以说是宿敌啊！现在怎么感觉关系还很好的样子？太奇怪了吧！林师兄，你说温长老他怎么就那么厉害呢？一人一剑，直接把清明谷的妖族老巢给掀了，简直是我辈剑修的楷模啊！温若恒长老以前跟我说，剑心破碎不要紧，危机关头可以碎剑心来破局，之后破而后立，反而能修炼得更快。我操！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温若恒怎么能35岁修到元婴，原来是靠碎剑心卡 bug 升级，剑心是这么玩的。温长老一次次碎裂又重修，修为一日千里冲到元婴，可我怎么不行呢？现在都半个月了，我也很努力在重修啊，结果才炼气5层，太慢了。你说温长老是不是骗我的？还是说先天剑心和守护剑心不一样？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不会受伤之后聋了吧？温长老又不是我师尊，有问题你去找他，别来烦我。哎呀，他也不是我师尊啊，我这不是觉得我们俩很像，想探讨一下吗？我们不一样，我没剑心，也没破过剑心。你没破过剑心，不是破过道心吗？都一样，都一样。滚！别耽误我结丹。你练你的，我再坐一会儿就走，不影响。林师兄，我进来了。白封主，叶师兄不必多礼，在外征战的同门不论这个，咱们各论各的就行。白封主这话不对，我现在修为尽失，不过炼气5层，理应有规矩，你得行礼问好啊，坐着就没礼貌了。你要真这么懂规矩，那就应该搬去外面，还留在内门占着地方做什么？那我毕竟也曾筑基过，天资又不差，有点特别待遇也应该嘛。白封主过来，是找林师兄谈事吗？不是，我专程来找叶师兄的。听闻叶师兄受伤，我想来看看情况，看有没有能促进你尽快恢复的丹药。这怎么好意思？那就劳烦白封主了。为什么叶寒章受伤他就亲自来看，还研究丹方？我也受伤了，怎没见他过来给我把个脉，弄点特殊丹药？难道我在他心里比不上叶寒章？林师兄，当时你重伤被送回来时，我也是亲自给你查过脉象的，只是你当时昏迷着，所以不知晓，绝无偏袒。只要没比不过叶寒章就行。这橙色词条啊，虽然是残缺修复中，但也千万别出岔子，给我稳住这1分钟。白封主，我这伤势还能恢复吗？先别急，我再看看。复制叶寒章先天剑心天赋成功。这感觉怎么断断续续的，不明显啊！靠，这破系统，复制的时候对方是什么状态，复制过来也是什么状态，残血词条也得我自己修，以后复制之前得先看看对方健康状况了。白封主，我这还有救吗？你不用担心吓到我，我承受得住，我不会是回光返照要死了吧？师兄不用过于担忧，真没事儿，你只是剑心破碎后丹田有些不稳，你底子还在，等伤势好起来，重修肯定比新人快得多。那就好，那就好。这是我之前练的完美筑气丹，一共50颗，叶师兄你拿着，应该能帮你加快恢复速度。白封主这份情谊，我叶寒章定当铭记肺腑。叶师兄这是做什么？同门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我的丹药呢？林师兄当然也有，只是这段时间前线战事紧，我一直在练青运丹，抽不开身。等我闲下来，立刻炼制一批更适合林师兄的凝元丹，亲自送来。2位师兄都是宗门栋梁，我身为丹元峰峰主，自当要为2位师兄尽一份心。我这漂亮话说的简直满分。多谢。那我回了。这脾气绝了。叶师兄现在炼气5层不能御剑，走回去太久了，我带你一程。那就劳烦白封主了。叶师兄，我一直很好奇，你先天就有剑心，这个剑心
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小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就是觉得心里有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等引气入体后，才看到丹田里立着一柄发光的小剑。后来的感觉嘛，就是见招看一眼就会，剑意听一遍就懂。别人打架要想招式，我手自己就会动了，打完我才反应过来。哦，刚才那一剑原来是这么使的呀！什么叫天才？这他妈才叫真正的天才！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啊！难怪林烈被打击的道心破碎，换我也崩溃。那现在剑心碎了，重新修会觉得困难吗？其实也还好，就是修为进步慢了点。丹庭里那把剑没了，有点空落落的。但我对剑意的体悟和感觉都在，实际影响不大。这说了跟没说一样啊！你的感悟对我这个复制粘贴来的残血剑心用户，完全没有一丁点参考价值。看来靠经验修复是不可能了。对了，你们凌霄峰外门什么时候开课？今天正好是萧峰主有课，这个时辰差不多要开始了。白峰主想去看看，我想去听一听，说不定听了课能有所体悟，能更快研究出治疗你伤势的丹药。白峰主，叶某不知该如何感谢，以后但有差遣，叶某在所不辞。剑修的地盘就是不一样，到处都是剑痕，被发现了，只要不赶我出去就行。今天我们讲剑意，我猜你们一半人没摸到边儿，另一半人摸到了也说不清那是个啥。这是他在引发剑意共鸣，感觉到了吗？刚刚那个感觉就叫剑意，不过那不是我的剑意，而是你们自己的。我那一指什么都没干，但你们心里有剑，心就会动，心动的那一下就是你们的剑意在回应我。剑意不是学来的，是你们自己对剑道的感悟，感受不到也不要急。我被剑修靠的是手中的剑，没有剑意，把剑法剑诀练好，一样可以上阵杀敌。弟子谨遵教诲。白峰主，大晚上的不在你丹元峰炼丹，怎么跑到我凌霄峰这边来了？丹修炼丹讲究中正平和，任何一种别的功法都会让灵根属性产生偏颇，偏了品质就会下降。那我们丹修就不能修炼战斗功法了？遇到危险怎么应敌？也不是完全不让学，毕竟现在外面不安全。白峰主若想学，最好以无属性的功法为主，威力是小了点，但反正你们丹修出门，其他峰的人肯定会拼死保护你们，再挂一身防御法器也就妥了。当然，你若是想学威力大的，你是武灵根，倒是有个办法。金木水火土齐头并进，保持五行同频，这样五行平衡不破，丹道就不受影响。可五种属性功法同时修炼，谁能保证一定齐头并进？根本做不到啊！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学无属性的吧。别人做不到，但我有系统面板啊，每一样功法我都盯着经验进度条练，强行让他们齐平，绝对偏不了一点，完美。多谢萧峰主指点。白峰主客气了。哦，对了，别忘了练筑基丹。好的好的，回去就练。靠，各峰大佬都当面催丹了，看来筑基丹库存是真的见底了。既然要练五行功法，说不定这些破烂里还有能用的。不要听别人说不好，好不好自己试试才知道。坑爹啊！98块下品灵石啊！果然能被抄得满大街都是的东西，全特是垃圾。李老四，你这生儿子没屁眼的黑心商贩，退钱！宗主，执事堂王执事过来了，说是来传达宗主令的。宗主令？白峰主，宗主正在闭关，由执事堂代为传达嘉奖。一枚可持此令，随时进入藏经阁第7层；另一枚可入宝库阁，任选一件宝物带走。200万贡献值！是，白峰主炼制极境清运丹，扭转断魂渊战局，这是宗主亲批的奖励。200万，发财了，发财了！宗主大气，宗主万岁！刚还在发愁去哪儿找靠谱的五行功法，现在就能上藏经阁最高层了，这奖励来的太是时候了。白峰主，执事堂已传讯，您可持玉牌上7层。峰主，这玉牌用法有讲究，若您只是上去阅览，它就是张无限期的通行证，但您若要兑换带走某卷功法，这令牌只能换1枚，兑完即刻收回。明白了，多谢提醒。大眼雷音剑，天阶上品，一剑出雷音髓，可爆万邪，需金丹后期修炼。曾有7人尝试，3人走火入魔，2人经脉尽断，遂封存于此。惹不起，惹不起，这他妈是自杀功法吧？大陆破碎，清浊之气不交，无法修炼。废纸，需元婴3层，还要历经3次焚身涅槃。再见。每用一次消耗大量寿元，老子是来求长生的，不是来折寿的。这些功法随便拿一本出去都能开宗立派，但在现在这环境里，全变成了废纸。既然不能练，宗主特意给我开放权限干嘛？耍我呢？五岳镇狱，天阶中品，以五行化五岳，筑基期可修。1月初筑基无敌，5月期出金丹一难，好东西啊！五行灵根修行艰难，别人不行，
但老子行啊！老子不仅五行俱全，还有五行亲和和无限续航，这特妈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五行轮回诀，天阶下品。五行相生，灵力永不枯竭，伤势瞬息自愈。五行遁天术，天阶中品，瞬息千里，无事尽致。除了五雷正法太烧钱，其他我都想要啊！这他妈全是我这个武灵根的神奇外挂啊！含五行天阶下品剑法，庚金主杀，乙木主困，癸水泄力，丙火突围，戊土防御。五人各掌一剑，合五人之力，以筑基之境，可战元婴。需15层以上筑基方可运转，并且要精通阵道的五人进行10年磨合。千年前5名丹灵根天才强行修习此剑阵，最终心神相互牵连，落得个走火入魔的下场。这功法的毒点是5个人难以配合，可老子1个人就够了。老子是炼气17层完美筑基，五行灵根俱全，而且还学会了分念诀。只要再找个分身的功法学了，那我他妈自己1个人就能组成一个剑阵，以筑基之境逆伐元婴，想想都觉得爽。一个逃跑大师，一个无限回蓝，一个逆伐元婴，真的哪个都不想放弃啊！可是令牌只能换1个，不行。我要冷静下来，好好分析。我目前逃跑有流云遁功法和符箓，回蓝可以疯狂嗑药，所以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攻击手段，优先选攻击。至于这剑阵需要精通阵法，等下个月去把周延州封主的镇心天兽给摸过来，再去听2堂阵法课，这剑阵就成了，完美。麻烦帮我镌刻这卷大五行轮回剑阵。白封主，若是你想练剑法，不如换一本天阶极品的单体剑法，何必选这个极其难练，还需要5人配合的剑阵？无妨，只是很喜欢这套剑阵，帮我换了吗？这功法放一般人身上确实鸡肋，但我可是要1人成阵的绝世挂壁，没人比我更适合他了。好吧，估计是封主一时兴起，等他练不好，上面那些长老肯定会再给他换一本的，随他去吧。好东西是多，但全都需要金丹期才能驱使或炼化，筑基期能用的不仅少，而且我也用不上。算了，这枚宗主令牌就当是一张顶级提货券留着吧，等我金丹了再来挑。换点贡献点买药。金属性精华，陈金宝那小子在炼气峰天天打铁，应该快筑基了，正好给他买。刚刚那块金晶帮我兑换了。好的，白封主，一共2000贡献。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别的五行精华？有的话全给我包起来。抱歉，白封主，五行精华太抢手了，目前库存只有这1枚。唉，兜里揣着200万，想花都花不出去。这就是有钱人的空虚吗？那就先换这一份吧。这段时间光顾着给断魂渊炼药，都没时间联系陈叔和金宝。趁今天有空，去看看金宝那小子。陈哥，哎呦，半个月没见，你这都长到1.9米往上了吧？玄顶峰是真锻炼人啊，跟做铁塔似的。是挺好，就是太累了。陈哥，我都想我爹娘了，想家里做的桂花糕了。你家这个月没给你送？送了，不过当天就全吃完了，还得再等1个月，好久啊。这小子长这么大块头，心里还是只有桂花糕啊。对了，最近陈叔那边有没有说要补货？坊市里好几个铺子都在催筑气丹呢，咱家铺子早卖光了。不过我爹说你最近忙，让我别催你，还说晚几天给他们，价钱更好商量。姜还是老的辣，这2天我抽空炼一批给你送来。这是刚从宝库换的金晶，你都炼气10层了，也该准备筑基了，还差个土属性的，等我遇到好的再给你换。陈哥不用了，我爹已经帮我买齐了五行精华了，你赶紧拿去退了。都买齐了！我操，五行精华极其难搞，别人拼死拼活找不齐，陈老爹直接用超能力全套打爆了。陈家到底多有钱啊？宝库阁的东西哪有退的？没事儿，文轩也快筑基了，到时候留给他用。对，文轩也要不少，我让我爹也多看着点儿。在袋子里待烦了吧？那怎么不出来放风？外面好多人，一出去他们就盯着我看，还一直摸我，好可怕！还是袋子里安全。谁让我家小团子长得这么可爱，成了全宗门的顶流萌宠呢？行，以后怕就待在袋子里，一个人当5个人用。只要老子把这5套天阶剑法全部练成，再去摸个阵法词条，这修仙界谁还能挡我一剑？干！我现在是五行亲和的丹灵根缝合怪，为什么不能5套剑法一起练？分念诀开！不行，12道神识分出去5道，脑子根本处理不过来庞大的信息量。试着减少数量，6道神识催动庚金破天剑，6道催动癸水无痕剑，成功了！双开确实比单练快，可惜分念诀等级太低，神识不够用，那就先去炼丹刷分念诀的熟练度。12道神识，开！中间归元炉，药液分离，需要搅拌。左边青竹炉，药性释放完毕，准备凝丹，付诸丹胚。左边常用炉，火候大了，快调温。脑子里像有好几个
个人在疯狂吵架，根本应接不暇神识过度消耗，比身体被抛空还难受。之前才20点，同时练3炉，直接涨了12点。这波血赚，扶我起来，我还能干。来，慢点吃，吃一口蹭一下。你还是个端水大师啊！天天吃这个腻了吧？改天我给你研究点鱼肉口味的零售粮，换换口味。好啦好啦，也不知道龟灵峰有没有现成的鱼肉喂狗粮。对了，赵元他们4个去龟灵峰熬辟谷丹当兽粮，这都快1个月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4个在龟灵峰干甚呢？走，小团子，我们去龟灵峰一趟。我操！师姐，大清早的你蹲我炼丹室门口干什么？你炼丹室开了禁制，我又不好打扰，只能蹲在这儿啊。修仙者哪分什么早上晚上？再说我也不是来找你的，你这一闭关就是半个月，我都很久没见到小团子了，赶紧给他放出来，让我看看。师姐，我好歹也是丹元峰峰主，给点面子行不行？好的，98峰主。这外号过不去了是吧？哎呀，小团子，想没想姐姐呀？团子快看，姐姐给你带什么好东西啦？干什么呢？怎么抢团子的吃的？你往这零售粮里加精血了？加了，我养好了，这点血算什么？我看你应该是嫌够了。什么意思？宗门现在缺筑基丹，从今天开始你来炼制。凭什么？这不是你的任务吗？现在是你的任务了，苏师姐。拿峰主身份压我是吧？哦，要注意品质，都要中品以上。你现在血够用，别不舍得放。哦，对了，龟灵峰现在还欠我个人情，而且我一会儿还要去一趟龟灵峰。你这任务如果完成的不错，那我看看云峰主那边能不能也给你留一只雪容兽。遵峰主令，保证完成任务。白峰主这么早来，是专程来做客的吗？见过云峰主。小家伙想妈妈了，我带他来看看，不知可否？看得出他被白峰主养得很好，我带你们过去。哎，小心！云峰主，弟子可以靠近看看吗？当然。来来来，姐姐有好吃的哟。别着急，吃完姐姐还有。云峰主，不知谷中可还有多余的雪容兽，能不能也给我师姐一只？白峰主，实在抱歉，雪容兽生下来就被订走了，那几只小的是因为峰内弟子闭关才暂留在这儿。不过团子的姨姨再过2个月就会生宝宝，如果苏师侄不着急，到时候我给你留一只。真的可以吗？此前断魂渊急需完美清运丹，多亏了你，你既然喜欢，定然要给你留一只。暴雪乖，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姐姐都给你做。还是你们丹元峰厉害，灵兽粮都让你们当丹药弄出新品类了。就是闲的，很快就没空研究了。什么？没什么，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赵元他们几个有没有完成灵兽粮的制作，他们也该回去了。舒坦，如果不用每天炼制那怪味辟谷丹去做灵兽粮，这样的日子简直赛神仙啊！我说，咱们就一直这么待在龟灵峰不回去了，真的没问题吗？咱们每天都在练，这怎么回去？就是，峰主要真想让咱们回去，早就派人来叫了，咱又没偷懒，该练的一炉没少，这叫两全其美。唉，哟，哥们儿几个日子过得舒坦。峰主，弟子知错，请峰主责罚。责罚什么责罚？你们协助龟灵峰做得不错，我不仅不罚，还要重赏，每人1000贡献值，算作嘉奖。等你们筑基时，我再一人给你们一枚上品筑基丹。啊！来之前给了1000，现在又给1000，2000贡献足够换2份5星精华了。上品筑基丹，那可是大考第1名才有的待遇啊！就这么白送我们了。弟子愿为峰主效力。都是为了宗门，不必如此。收拾下，去聚丹阁找我上课。根据系统详解，4人进步神速，仅3天就能每炉出1、2颗完美筑气丹，将底层逻辑外包出去，这才是资本家的最高境界。峰主，尹虚使带着各大家族送来的弟子过来了，这一批有23人，准备进入丹元峰，人已在前殿候着，请您过去看看。你们先回去自行参悟，有什么不懂的，明日再问。是，弟子告退。平川，你进来，
距离来年的招徒大典还有近3个月，怎么现在就有新弟子送过来了？封主有所不知，大考研3个月，宗门会派遣隐虚使前往各大家族，体验灵根和双灵根的天才，直接分入各大主峰，3灵根及以下的先扔进玉谷统一修炼，筑基后再择主峰。原来是第一批家族的保送生。那这次到咱们丹元峰的有23人，其他峰有多少？凌霄峰最多47人，天眼峰42人，乾坤峰39人，龟灵峰35人，玄顶峰32人，灵转峰38人。我们丹峰怎么比别人少这么多？直接垫底。峰主，咱们丹修炼丹讲究中正平和，基本要到金丹期才被允许出门历练。少年人嘛，觉得丹修天天闷在屋里，没剑修霸气，没法修花哨，比不过拂修潇洒，也不如气修能断体，所以就这样了。懂了，只想自己帅，不想做纯牛马，可以理解。那你当初怎么选择进入丹元峰了？因为丹修有钱啊，凌霄峰厉害吧，天眼峰威风吧，可他们再厉害，修炼出任务不都得拿贡献值来求咱们换丹药？咱们丹修从来没缺过钱。至于说咱们攻击手段不多，能花钱解决的事儿，那叫事儿。买一圈防御法宝，往身上一挂，再来一高阶符箓和触阵盘，直接砸。真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而且咱们自己能炼丹，修炼速度比他们快多了。同时入门，等咱们金丹了，他们说不定还在筑基期苦熬呢。说得好，极其有眼光。哎呀，哎，峰主，前殿那边隐虚使和新弟子还在等着呢，你去通报一声，我换身衣服就来。新来的弟子本来就对丹峰没兴趣，我作为峰主，要是还穿这身皱巴巴的外门弟子服，岂不是把丹峰的脸都丢尽了？今天必须把牌面撑起来，越张扬越好。哎呦，我咋这么帅？收，峰主，他们都在。太帅了吧，这才是一峰之主该有的牌面啊！人都在里面了。丹元峰峰主到。